威胁不到我们的安全。通过目前获取到的大量信息，让13对于西山基地有了大概的判断。13心中已经想好了应对的手段，他又对陆可然说道：“可然，有个问题我想咨询你一下。13大哥，你想问什么？是这么回事，我想问一下，西山基地如果想要对我们庇护所实施爆破的话，通常都是用什么方式？爆破建筑物的话，一般的方式就是利用 TNT 炸药搭配雷管使用。国内对老旧建筑物进行拆除的时候，都是使用这种方式。我们的庇护所建造的极为坚固，他们想要突破，只能够用这种手段了。那你估算一下，要把我们的庇护所炸开一个口子，大概要使用多少炸药？根据我们庇护所的建筑材料和墙体厚度推算的话，大概需要300到800公斤的炸药，不过没有具体测量过，我只能够给出一个大致的范围。我操！也就是说，大概需要500公斤左右的量。这么大的分量，他们运输过来的目标一定非常明显。你说，如果我在半路利用狙击的方式去引爆，可行不可行？13希望能够通过根源来阻止对方的爆破行为。可陆可然听到13的想法之后，立刻摇了摇头说道：“13大哥，我劝你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啊，为什么？ TNT 是一种非常稳定的炸药，用子弹射击或者用火燃烧都无法引爆，必须通过雷管来引爆。13听到这里，顿时放弃了狙击引爆的打算。原来是这样啊，看来只能够老老实实在家里进行防守反击了，只好用第二套计划了。13趁着西山基地的大部队还没有来之前，他在周围布置了大量炸弹和陷阱，哪怕对方知道他有陷阱，可试图靠近的话，就不得不经过炸弹覆盖的范围，他随时可以通过引爆器进行引爆。2天之后，林峰带着队伍准备朝着徐家镇出发。这一次行动，他带上了50名一队的成员，其中12人都是改造的艺人，算上他，还有4名实力强大的队长级艺人，成员都是百里挑一的精锐。雪地车上载着2个沉重的大箱子，里面装着大量的炸药。由此可见，西山基地这一次为了对付13，准备的炸药多有分量。很快，他们到达了徐家镇的徐东村，而沈红等人则是早就在村子外面等着他们到来了。大队长，你们终于来了！兄弟们辛苦了。可沈红等人听到林峰的话，却是一脸赧然。这一次，他们作为救援队出动，非但没有救到人，反而是损兵折将，哪有脸谈什么辛苦？那个人不是那么好对付的，我们过去对他的判断有误，不清楚他的实力，所以你们用不着太过自责。不过嘎了我兄弟的人，我一定不会让他有好下场。这一回我们来了，他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当然，这是他的报应。林峰和沈红聊天的时候，就注意到了他旁边那个徐春雷。林峰一脸好奇，指着徐春雷问道：“他又是谁？”大队长，这位是我找到的一位艺人，他叫徐春雷，有操纵风雪的能力，潜力无穷啊！一听说徐春雷是艺人，林峰等人都不禁多看了他几眼。梁月第一眼就认出了他，当初他们在天青学院见过。不过梁月却没有拆穿他的身份，因为此时他也并非是站在西山基地那边的。你是艺人对吧？不错不错，等到我们行动结束，我会把你的事情汇报给基地的，到时候说不定能给你争取一个加入我们基地的资格。林峰对徐春雷并没有过多上心，毕竟现如今他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对付13上面，所以简单寒暄了2句之后，林峰就带着众人一起去开作战会议。接下来，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攻陷这座坚固的庇护所。根据我们工程师的仔细计算，炸开那座庇护所所需要的 TNT 当量是500公斤，我们这次准备了1000公斤，所以有2次动手的机会。林峰摊了摊手，一脸轻松地对众人说道：“如果这2次行动都失败了，我们的基地依旧储存着大量的炸药，所以我们没有失败的可能，不过是执行任务次数的多少罢了。”梁月听到这番话微微皱眉，他在担心杨欣欣和陆可然的安危，毕竟他的那2个学生此时就在13的庇护所里面。13，你到底能不能度过这场危机呢？梁月的心中暗自思忖，不过按照林峰的说法，陈希年的要求是对13进行活捉，这样一来就不会对庇护所实施摧毁性的爆破，到时候他会出手救下自己的2个学生。接下来还有一个不可控的变量，那就是这个叫13的艺人了。艺人的能力千奇百怪，各有不同，只有掌握了对方的能力，我们才能知晓他的弱点所在，顺利的对付他。而根据你们汇报的情报，这个人首先是个神枪手，可根据我们调查的结果显示，13没有任何军事训练的背景，只是一个普通的仓库管理员，因此这应该是他具备的某种异能。枪法准不可怕，但如果是能够锁定攻击的异能，那就可怕了。幸好他的攻击也会受到视线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干扰他的视线，让他无法发挥出这种能力。
没错，这一点容易解决。我们进攻的时候，提前大量的释放烟雾弹，让他的能力无法发挥出来。不过，他还有第二种能力，那就是无视子弹攻击，甚至可以反弹攻击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比较变态了，也就是说，远程攻击对他而言都可能会失效。所以这次行动，我们不跟他进行正面的接触，而是悄悄地遮掩住他的目光，然后前行过去布置好炸药。我不相信一个人所拥有的异能能够如此全面。如果他是一个远距离作战的高手，那么近身就一定存在缺陷。所以，只要我们炸开庇护所的口子，然后冲进去，那么分分钟就可以将其拿下。其余众人忍不住的点头，对这个计划表示赞许。这个13很狡猾，他在庇护所周围布置了不少的陷阱，这也需要考虑进去。当时我们的人就因为大意，被他用地雷害死了好几个。你们还是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战场，缺乏实战经验了。如果他安排了地雷和炸弹的话，我们给他排掉不就好了吗？特战队当中的爆破专家看着沈红，于浪说道：“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做好了。一个非专业的人员布置的炸弹陷阱只是小儿科，没什么难解决的。”好了，我们现在就出发，争取3个小时，甚至1个小时之内结束战斗。全球冰封末日求生，林峰着手安排手下的50人，让他们分别负责携带炸药以及封锁整个云缺庄园的各种任务。至于沈红等人的救援队，单兵作战水准不及特战队成员，就让他们留守在徐家镇。很快我们就回来，沈红和于浪给我们带路，其他人不用跟着去了，在这里帮我们看着东西就好。很快他们来到了13庇护所的附近，林峰分配着任务：你们去找好位置，把那栋房子给我锁死了。当即有3个背着大锯的士兵站了出来，3个人分散开来，分别前往不同的位置。沈红见状，低声说道：“可是枪械对那个人似乎没有作用。”沈红，你不是天生异人，所以不明白异人能力的特点与缺陷，不要只会看表象。我不相信真的有人能够无视子弹，或许那是一种你我不理解的能力。如果那是能力，而非他本人成了透明的怪物，抓住时机一枪嘎了他，大家都很方便。13站在阳台，此时外面到处都是滚滚浓烟，已经把附近的视野都给遮盖住了。这是被我惧怕了是吗？不过的确是一个好办法。那么接下来应该就是要过来对庇护所实行爆破了吧？13的嘴角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此时心中有了应对的办法。林峰的队伍在云缺庄园投掷了大量的烟雾弹，避免13队爆破组进行狙击。第二步就是安排排爆人员，开始对别墅周围的炸弹进行拆除。他们的方法十分简单粗暴，并非通过人工进行拆除，而是利用导爆索直接进行引爆。等到外围的陷阱都被排除以后，林峰才下令说道：“爆破组上，其他所有人做好掩护的准备，一旦发现13有露头的迹象，第一时间进行攻击。”不一会儿，这群训练有素的爆破兵就安置好了500公斤的炸药，然后他们就迅速的撤离了。13的眼睛瞪得老大，直勾勾的盯着墙外面的那一堆炸药。就这么走了？不过也是，他们不走的话，总不可能留下来被活活炸死吧？必须等到人到达安全的距离，然后通过远程遥控的方式进行引爆。此时的林峰等人也来到了不远处的一座小山丘上，远远看着烟雾笼罩下的庇护所，对讲机里传来爆破兵的声音：“大队长，炸药已经布置完毕，我们撤退完毕，随时可以进行引爆。”收到。林峰嘴角露出一抹笑容，他拿出引爆器，对旁边几个队友说道：“这次任务比我们想象中的简单，我本以为这个13能嘎了我们那么多袍泽兄弟，应该有几分能耐呢。”说完，他轻轻按下了引爆开关，可是几秒钟过去了，现场却无事发生。梁月皱了皱眉，好奇地说道：“怎么回事？怎么没有爆炸？”林峰也觉得有些奇怪，又拿起遥控器对准庇护所的方向连续按了好几次，可是那边没有丝毫的反应。这是怎么回事？林峰皱着眉头，用对讲机同爆破小组的人联系。为什么按下引爆开关，炸药没有爆炸？那边爆破小组的人也是纳了闷的。不可能了，我们仔细检查过了，布置没有任何问题。林峰有些生气，都是自己手底下的精锐，竟然会出这种低级错误，简直是丢人到家了。可现在的情况就是我按下开关，却没有任何反应。你们马上过去检查，有什么问题一次性给我处理好。爆破小组的人心里面纳闷，他们不可能会犯低级错误，可是引爆失败，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于是几名队员又重新跑回了现场，打算检查一下是不是哪里不对。可是到了那个地方一看，几个人全都傻了眼。我操！我炸药呢？怎么不见了？爆破小组的成员一脸懵逼，甚至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在墙的对面，13看着自己一空间中的500公斤炸药，陷入了沉思。是不是太简单了点？
我也不想那么轻松啊，实在是对方完全白给，把一堆炸药往我的墙角一堆，然后人就走了，都是好人啊。山丘上，林峰听着对讲机里传来的消息，人都傻掉了。什么？炸药没了？炸药怎么会没了？不是你们亲自布置的吗？难不成是见了鬼了？还是说炸药让你们给吃了？林峰得知炸药消失的消息，气得直骂娘。原本一切都挺顺利的，只差最后一步，对13的庇护所进行引爆。可是到头来，却突然有人跟他说，炸药凭空消失了。炸药怎么会没了？是不是被13给偷走了？不可能，那可是500公斤的炸药，他不可能搬运的那么快。再说了，就算是被他给搬走了，里面已经加装了引爆装置，只要你按下按钮，它就必定会爆炸。但是现在连个动静都没有，我也不清楚这是什么情况，诡异，这一切实在是太诡异了。这些爆破兵从事爆破任务许多年了，也拆除过一些重要项目的大型建筑，可还是头一回遇见这种匪夷所思的情况。会不会是你们弄错了地点，去把整个庇护所周围再搜查一遍？已经都找遍了，那么明显的目标，不可能会丢失。林峰彻底没了脾气，他收起对讲机，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匪夷所思的情况是吧？看样子一定是13使用异能，让炸药无法被引爆，而目前初步的判断，他的异能是空间能力。对了，这样的话才合理，把炸药收进了另外的空间当中去，哪怕是我按下开关，炸药也无法接收到信号，从而无法爆破。林峰很快分析出了13的能力，可是知道归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仍然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他们想要对庇护所实施爆破，就只能够把炸药运过去，然后进行远程爆破。可是炸药运过去，13就可以收走。如果他的能力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事情可就难办了。大队长，我倒是有一个办法，既然咱们用炸药会被他给偷走，干脆我们直接用炮轰。那我问问你，咱们现在可以把大口径的炮开过来吗？你去扛过来啊。火箭炮也行啊，虽然速度是慢了点，但是只要我们持续不断的进攻一个缺口，总能给他打碎。咱们有的是时间和他消耗，领袖不也说了吗？只要能够拿下13的庇护所，哪怕是耗费再多的时间和弹药都是值得的。林峰看着眼前耿直的家伙，气得深吸了一口气，扭过头去不想搭理他。还是旁边的郑雪荣嗤笑了一声，对史大勇说道：先不说以火箭炮的威力，要花多久才能把这么厚的墙给轰开？之前沈红不是说过吗？一般意义上的武器对他来说是没有效果的，我猜测都是被他转移到其他空间去了。说到这里，郑雪荣自己也忍不住皱眉说道：好变态的能力，这个人的异能真是可怕，防御力近乎于无敌的状态。那我们就让几十个人从四面八方各个角度进行进攻，他一个人而已，总不可能防得住那么多角度吧？郑雪荣翻了个白眼，对史大勇说道：你真以为他这房子就是普通的钢筋水泥混凝土啊？要是有那么容易被火箭炮攻破，我们还用得着费那么大的功夫进行测绘建模，然后带大量炸药过来吗？林峰意识到13是个难缠的对手，不敢再有任何轻敌之心。他把爆破小组的组长喊了过来，与他们一同商议攻陷庇护所的方法。现在我们的手里还有500公斤的炸药，也就是说，这次行动我们只剩下一次机会了，必须得好好想一想，如何能够顺利的炸开这个铁王八。爆破小组的组长知道13靠异能收走了他们的炸药，也是郁闷的不行。想要进行爆破，原则上来说只能够远距离操作，但也有例外，那就是人工引爆。此话一出，现场的气氛也变得尴尬起来。人工引爆500公斤的炸药，那个人先不说死不死的事了，事后怕是连骨头渣子都找不到，直接就是原地火化啊！我不可能让我的兄弟去送死的。众人沉默不语。如果牺牲一个人就可以攻破13家的庇护所，那毫无疑问是值得的。但问题是，现如今谁肯为之而牺牲？而且13既然有本领把炸药给收起来，哪怕是派了人过去，他就一定做不到了吗？去的人多了，牺牲太大；去的人少了，我觉得真不一定是他的对手。毕竟这是一个很强大的敌人，因此这个计划不予考虑，重新思考其他方案。这个时候，人群当中爆破小组的工程师站了出来。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试一试。吴院士，谈谈你的想法。那个叫13的人，他所拥有的空间异能或许论证了多元宇宙的理论，但是众所周知，能量是守恒的，爆炸所产生的能量不会无缘无故的消失，只能够被转移，所以他的能力只是把原本存在的物质或能量吸收到其他的地方，而一旦吸收的能量过大，后果会怎么样呢？吴院士的讲解简单易懂，林峰立刻给出了答案：会发生崩溃。他刚刚把我们的炸药给偷走了，但是处于引爆状态的炸药
他就未必敢下手了。毕竟那可是500公斤的炸药。如果他可以吞噬掉这500公斤炸药爆炸的威力呢？如果那样的话，哪怕倾尽我们整个西山基地所有的力量，都无法奈何他了。全球冰封末日求生，西山基地准备再次攻打13的庇护所。这次他们学聪明了，将剩余的500公斤炸药设置成30秒的引爆时间，再通过投掷的方式把这一大捆炸药扔过去。林峰没有着急动手，而是吩咐手下的士兵从四面八方各个角度开始朝着庇护所进行密集火力射击，目的是转移13的视线。很快，各处的士兵接到命令，就开始朝着庇护所猛烈的开火。枪，他们难道不知道这玩意对我的庇护所来说根本连挠痒痒都算不上吗？看来是为了打掩护，也就是说还有真正的攻击手段在后头呢。也好，让我瞧瞧你们还有什么手段。枪声响起之后，在2公里外的矮山上，一大捆重500公斤的炸药也终于准备好。只不过这么重的炸药，想要从这个距离扔到庇护所跟前，难度十分巨大。不借助工具的话，普通人根本想都没法想。林峰走到炸药旁边，伸手拍在上面，和史大勇对视了一眼。史大勇咧嘴一笑，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狼人。他拿起炸药，朝着庇护所扔了过去。那一捆炸药从远处飞来，目标太过清晰，13一眼就注意到了。我操！原来是打算这么玩。13瞬间明白对方的目的是什么了。他朝着炸药飞来的方位，打开了一扇巨大的次元之门，在庇护所的上空展开。那捆炸药精准无误地落入一空间之内。13心念一动，便观察起内部的变化。那一大捆炸药已经开始出现了膨胀、瞬间爆炸以及剧烈的能量反应。下一瞬间，13的次元之门竟然直接被震碎，汹涌的能量在庇护所上空扩散开来。林峰几个人满脸喜色，成功了，这么做果然有效果。而这个结果也导致13短时间内无法再打开异空间。不过他们已经消耗了1000公斤的炸药，手中的炸药应该是不足以再发动下一轮进攻的。明白了，还有这种攻击手段吗？好，果然有些能耐。不过同样的手段不会让你们成功使用第2次的。13现在用不了异空间，因此还无法进行反击。不过他知道这些家伙尝到了甜头之后，还会继续以同样的手段进攻。异空间可以吸收的攻击能量是有上限的，这一点算是给我提了个醒。13知道这个问题不算很大，因为次元之门被破坏却不影响异空间的本体，只需要利用体内的异能慢慢恢复就好。山丘之上，林峰通过望远镜看到庇护所的墙壁上出现了明显的伤痕，可是整体依旧坚固，丝毫没有坍塌破裂的迹象。林峰倒吸了一口冷气说道，那可是500公斤的炸药啊，哪怕是一座30层高的大楼都会顷刻间被毁掉。这不科学，根据我们的测算，不可能只是这种效果。不过以人力的方式把炸药投掷过去，本身就是一种原始的方法，无法让炸药达到最佳效果。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大部分爆炸的力量也被13用异能给吞噬掉了。听了吴院士的话语之后，周围的所有人眼睛里露出惊骇的神色。吞噬？它可以吞噬掉如此大当量的爆破力量吗？他们都是异人，而且都是非常强大的异人，但是他们自问身处如此可怕的爆炸中心也是必死无疑，更别说吞噬掉一部分爆炸的力量。梁月心中暗道，13他果然非同凡响。郑雪荣则是忧心忡忡地看向林峰，如果这是真的，岂不是说我们很难攻陷这座庇护所了？那倒不至于，还是造成了不错的效果的，只不过需要再来几次才能彻底炸开一条口子。而且你们也用不着太过害怕，此人的防御力十分强悍，可他一直躲在里面不敢出来，只能够利用狙击枪作为进攻手段，这就说明他善于防守，却并不善于进攻。众人点了点头，对于林峰的分析都认为十分有道理。如果让一个人攻守兼备，都拥有逆天的能力，那他简直不应该存在这个世界上了。那么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这次带来的炸药可不够用的。不着急，我们先回去，然后派人去基地取炸药来，留下几个人轮流在周围看守动向，别让庇护所里面的人给跑了，咱们陪他慢慢耗下去。而13为了以防万一，暂时放弃了地表2层的建筑。来到地下之后，家里面的女人们都紧张地过来询问13战况。13大哥，外面现在什么情况了？刚刚那声音简直像是天塌了一样。其他几个女人的神色也有些不安，生平之中她们还是头一回经历如此恐怖的爆炸。用不着担心，地下的防御力比地上2层还要强大，他们短时间内是无法威胁到这里的。我猜测他们携带的炸药也没剩多少了，对我们的攻击也快要停止。至于下一轮他们再来进攻的时候，我已经知道要怎么对付他们了。没过多久，徐春雷就给13打来了电话。老大，刚刚你们那里的动静吓死个人了，那爆炸的声音，我甚至怀疑云爵庄园被炸平了。还好你没事啊，万幸万幸。那些士兵回来了不少，我看到有的人离开村子往西边去了。13听到徐春雷的消息之后，心中立刻明白情况与自己所想的一样，他们是回去取炸药去了。其他人在干嘛？还能干嘛？回来休息呗。
看他们这个状态，是打算长住下去了，一回来就要吃要喝的。徐春雷的吐槽让13嘴角露出一抹深邃的笑容。如果自己这座庇护所久久攻不下来，那么最倒霉的一定是整个徐家镇，因为那里已经被西山基地当作是自己的据点了，而他们则会要求徐家镇所有人供奉这60多号人的吃喝。13并不同情他们，反而是有些期待他们会不会决裂，然后闹起来。很好，你继续帮我打探消息。老大，他们的部队挺精锐的，里面还有好几个异人，你能对付得了吗？当然，他们的进攻手段已经被我彻底拿捏了。说到这里，13给徐春雷提了个醒。徐春雷，徐家镇并不安全，你要记得时刻提防那些人。如果有一天你察觉到有危险，可以随时到我这边来，哥哥会保护你的。徐春雷这么好用又听话的工具人，13可舍不得他有事，而且多一个异人在身边，他也就多了一份战力。万一哪天需要正面冲突的时候，徐春雷这搅屎棍的能力绝对能让对方狼狈不堪。徐春雷感动的点了点头，说道：谢谢你，老大，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一定过去投奔你。这个你自己看着办吧，我也不勉强你，这种事情由你自己决定就好了。二人结束了通话，过了一会后，保安大叔打来了电话。原来保安大叔隔着老远都听到了这边爆炸的声音，所以打电话来询问13情况。13淡淡一笑，保安大叔是他最信赖的人之一，二人是真的有过命的交情，他也不隐瞒，就把西山基地正在进攻自己的庇护所告诉了保安大叔。什么？他们凭什么进攻你？难道他们的职责不是保护我们吗？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保安大叔听到有部队进攻13，心里面难以抑制住怒火。13淡淡一笑，不以为然地说道：保安大叔，现在的他们和你们那时候不一样了，末世是可以改变很多东西的，活下来的这批人只是武装组织，他们也只效忠于自己的组织，你明白吗？除了组织纪律更加严明，以及出身于末世之前的官方机构以外，他们和我们当初灭掉的天河帮、狂狼帮没什么区别，大家为了更好的活着，本身就会互相争夺物资，我都习惯了。13说的云淡风轻，可保安大叔却听得陷入了沉默。对他而言，这件事情是个不小的打击。过了一阵子，他坚定地说道13，你等着我过去，遇到这么大的事情，我必须要去帮你。保安大叔，谢了，不过暂时你还是别过来了，周围有许多士兵在看守，如果你来的话，一定会跟他们发生冲突。好汉架不住群狼啊，他们人多势众，武器精良，还有好几名异人，我怕你遇到危险。我这条命当初都是你救回来的，现在有这么安稳的生活也是你给的，我不能看着你陷入危险而不顾。这样吧，保安大叔，我目前还算安全，他们也打不进来，但是之后我可能会发动反击，你等我的消息，需要你帮忙的时候我会通知你，让你作为一支骑兵，你看怎么样？那好，我等你的消息。不过13，你遇到问题一定记得告诉我，别拿你保安大叔当外人啊。那必须的呀，打不过我会叫你的。全球冰封末日求生，西山基地准备夜袭13的庇护所。这次他们又带了500公斤炸弹。虽然夜袭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但花花的警惕性很高，一下子就察觉到了外面的动静，把睡梦中的13吵醒了。13发现了不对劲，连忙来到了阳台查看情况。想要趁着我沉睡的时候发动攻击是吗？真够鸡贼的。咱们可得扔得准一点，要是扔偏了，我又得多跑好几趟回去取炸药。放心好了，老大，咱们军区比武的时候，扔手雷我可是拿了第1名。13取出望远镜观察着矮山那边情况，直线距离大概在2400米左右。他们知道13是个枪法非常可怕的狙击手，所以保持了安全的距离。但是他们却不知道，13的枪法可不仅仅是准那么简单。有了异能加持之后，他的攻击距离和威力都会得到巨大的提升。此时13的次元之门已经彻底修复了，可以放心的反击。林峰的眸光忽然一凝，扭头望向了13，察觉到了13在注视着他们。好可怕的直觉，这么远的距离都能发现我。他在看着我们。他在干什么？等死吗？还是绝望之中想要最后挣扎一下？管他呢，大概是害怕了吧。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处？他依仗的异能也抗衡不了炸弹的爆破，除了看着我们炸毁他的房子，他又能做什么？如果可以的话，我倒是挺希望能把他收编进我们的队伍的，毕竟他的这个能力很有前途。那我们死去的兄弟怎么办？士兵战死沙场是我们的宿命，这个人是领袖点名要活捉的，他老人家明白现在一个强大的异人队组织有多重要。提到领袖二字，史大勇立刻闭上了嘴巴，不敢有反驳的意见。此时的炸弹已经准备完毕，史大勇瞬间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狼人，拿起炸药就朝着庇护所远远扔了过去。13看着从远处飞来的巨型炸药，深吸了一口气。炸药刚飞行了一半的距离，13不打算再等了，因为再靠近一点就会爆炸，他可不希望冒如此大的风险。然后手朝着面前张开，打开了次元之门。只不过这一次，他并不是要把那炸药收取进来，
而是把上一次吸收爆炸的大部分力量从异空间释放，瞬间喷涌而出。在巨大的冲击波的影响下，原本应该落向庇护所的炸药被震得倒飞了出去，而飞回去的方向当然是特战队成员们所在的方向，瞬间爆炸，当场全部领了盒饭。热武器果然还是厉害啊，我比他们用的好。山丘之上，所有人目瞪口呆，此时完全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来形容眼前的画面。这些人可都是他的生死兄弟啊！一群人好不容易活到了末世，几分钟之前大家还在谈笑风生，可是眨眼间，这些弟兄都死了，死在他们自己的计划之中。林峰痛苦地发出怒吼，史大勇也是痛苦地跪在地上，愤怒地砸在地面。他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只是心如刀割，本身就是他们对付13的手段，被13反过来对付他们，他们真的要怨恨，也只能够怨恨自己太过愚蠢，竟然想到了这种办法。可是他们又怎么能想象得到13会以这种手段还击？林峰皱着眉头望向吴院士，刚刚那股力量是什么玩意？根据我们之前的推测，他的空间能够收纳对方的攻击，然后反弹。沈红等人就被他这么对付过。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才能避免被他的能力影响？根据我的计算，昨天爆炸的大部分能量其实都被吸收掉了，否则以500公斤炸药的能量，绝对可以摧毁一面墙壁。也就是说，他现在还可能储存着一部分能量。刚刚他可能只使用了一部分爆炸的力量，毕竟他的目的不是攻击我们，而是为了震开投掷过去的炸药。所以说，继续这个方案基本上行不通了。林峰又提出了一个想法，也不知道行不行得通。那我们能不能通过土攻掘进的方式，从地下进行进攻呢？挖到庇护所的下面去，然后堆放大量的炸药，直接送他们升天。大队长，一般来说，这种模式庇护所都是建造在地下，所以说地表之下的部分只会比地表之上更加坚固，下面不需要考虑采光和美观，只需要坚固就足够了。所以我们无法从上面突破的话，下面那更难。我们怕的不是困难，而是任务会失败。吴院士低头沉默了片刻，才缓缓对他说道：但是以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条件，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徐家镇不是还有1000多口子人吗？让他们过来干活不就得了？即便是他们人再多，可如此极寒的低温状态下，让他们用原始的手段挖掘，等于是让他们去死。那么多人，如果没有组织好，很容易闹出来大的动静。你觉得13是瞎子，什么也看不见吗？史大勇一下子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只能死死握着拳头，一脸怨恨地望着庇护所的方向。只有林峰眸中金芒闪烁，似乎并没有完全放弃这个方案。他的眼睛里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完成领袖布置的任务。只要任务能够成功，即便有一些牺牲也是值得的。13确认了对方的攻击无效之后，心里面最后一丝忌惮也放下了。他可不是任由别人攻击却不会还手的人。你们的回合结束之后，也该轮到我了。13拿出 98K， 瞄准了2公里之外矮山上的几人。林峰几个人正在思索着如何攻破庇护所。突然，对讲机里传来狙击手非常急切的声音：“队长，他在用狙击枪瞄准你们。”林峰瞳孔微微一缩，他望向前面，视野当中的时间仿佛减速了一般，一颗夹杂着异能的子弹射向他的西瓜。林峰的脑袋一歪，子弹被他轻松躲过，无事发生。他扭过头望向庇护所，然后他就看到了阳台上面的13。林峰的眼睛里血丝更加浓郁了，那是刻骨铭心的恨意。13，你个小可爱。而13看到这一幕，也是目光凝重了不少。果然不愧是他们的头。虽然没狙死他有些遗憾，但13并没有过多的惊讶。13也不多避避，立刻调转枪口，朝着史大勇射去。林峰躲过子弹之后，就开口提醒身边的人：“小心，有狙击手。”全球冰封末日求生，13对准史大勇就开枪。子弹射过去的一瞬间，结果被史大勇徒手接住了。天下武功，无坚不破，唯快不破。13也是不禁感慨了起来。果然都是战斗型的艺人啊，防御力真是有够惊人的。13来不及开出第3枪，那几人都已经躲避了起来，消失在13的视野当中。就在此时，2道凌厉的破空之声传来，那是2发狙击枪的子弹，分别从2个不同的方向射向13，然后没入了13的异空间之中。哟呵，有狙击手啊！就凭你们还想偷袭我？13想都没想，第一时间调转了他们子弹的矢量方向，原路反击了回去，当场领了盒饭。2个人到死那一刻都不知道，嘎掉他们的子弹是从他们自己的枪里射出去的。13依旧在用狙击枪寻找猎物，一番巡视之下，13并没有找到其他的目标，他的心里面稍微有些失望。不过这种失望不是因为没有嘎掉更多的人，普通的杂兵对他而言无法造成任何威胁，他真正想嘎的是带队的艺人。虽然是狙击枪，可隔着2000多米的距离攻击，子弹的威力还是减弱了太多。但如果不是远程攻击，我可不愿意同他们近距离战斗。13正在思考着如何嘎掉对方的艺人时，忽然有什么东西急速朝他冲过来。13看不到那是什么东西，却能够感觉到它一定存在，那速度已经快到肉眼难以捕捉了。林峰一拳砸在了庇护所的墙壁上，想试试庇护所的墙体坚固程度。林峰抬起头与13对视上了，13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愤怒与狂傲，
而林峰则是从13的眼睛里看到冷漠与百无聊赖，仿佛目前为止发生的一切都是他掌握之中的游戏。然后13调转了枪头，对准林峰的西瓜。可是没等到13扣动扳机，林峰整个人就如同鬼魅一般消失在了原地。林峰远远看着13，指着他冷冰冰地说道：“我早晚打碎你的乌龟壳！”有种你就来啊，快进来弄死我呀，我好怕怕。13枪口对准林峰又是一枪射了过去。林峰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他行动起来的时候如同一个鬼魅，肉眼所看到的事物都是模糊的，根本捕捉不到他的位置所在。13没有停止攻击，继续一发子弹一发子弹地射向林峰。他知道自己嘎不掉林峰，但是他想看一看林峰的能力到底可以持续多久。林峰躲避过了几次之后，似乎也明白过来13的意图，他抬起头恶狠狠地瞪了13一眼，然后一个闪身就消失在了庇护所的前方。就这么跑了，还是说在等待下一次进攻的机会？13挑了挑眉头，他只知道对方在经历过这次失败之后，基本上不太可能再用同样的手段进攻了。双方是见招拆招，他也想看看对方还能有什么强大的手段。林峰回去以后，便对特战队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先回到徐家镇休整一下，然后再重新讨论作战计划。大队长，吓死我了！刚刚发现你冲过去的时候，我还以为你气昏头了。你真以为我刚刚冲过去是脑子出了问题吗？我那只是为了确认一下庇护所的墙体坚固程度。他举起了自己的拳头，对众人说道：“我发现了一种新的方法，可以对那墙体造成伤害。”大队长，你不会是说自己的拳头吧？任何有可能的方法，我们都必须要进行尝试，因为枪炮和炸药对它都已经失去了效果，可能最原始的进攻手段才是最有效的。你们为什么不思考一下，当时爆破小组过去安置炸药的时候，他没有把爆破小组的人连同炸药一起收进去？众人闻言都露出了思索的神色，似乎明白了什么。的确，如果他的能力这么好用，什么都能收取，那么当时完全可以把我们整个爆破小组的人给吞了。可是他并没有那么做，反而是等到我们离开之后才收走了炸药。也就是说，他的能力对于人这种生物是有限制的吗？我刚刚过去有2个目的，一是确认墙体的防御力，二是想试试他的异能还有没有别的攻击手段。事实证明，他的空间系能力并没有主动攻击的效果，只能够通过狙击枪以及反弹攻击来造成伤害，所以靠人力去摧毁他的房子完全是可行的。13的能力很快就被特战队的人给分析的七七八八了，毕竟相对于13，他们可是异能研究领域的专家。石大勇兴奋地说道：“这个就好办了，我们可不缺力量强化系的艺人，咱们轮流过去砸烂他的那堵墙就好了。”石大勇望向一直默不作声的梁月说道：“梁老师，你的剑术也非常强悍，到时候我们3人一起出手。”你们拿主意就好了，我没有意见。他的心中已经有了想法，不过当着林峰等人的面前，他还是得表现出配合工作的样子。吴院士赶忙说道：“几位，你们不是当真的吧？纵然你们都是异人，力量强大，可你们要想靠拳头和刀剑去攻破那堵墙，怕是得花费经历年累月的功夫啊。”林峰眯着眼睛望着那屹立不倒的黑色庇护所，喃喃说道：“如果那是唯一行得通的办法，那我们就会去做，无论是为了整个西山基地的未来，或者是为了给死去的兄弟们报仇。”林峰清楚13手中掌握着多么巨大的一笔资源，只要能够拿到手，就可以极大缓解西山基地的物资危机，所以哪怕是一丝丝的可能，他都不会放过。林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他现在饥饿得很。我们回去吧。那兄弟们的昆体怎么办？现在过去只会被围点打圆，不要心急，等到我们攻下了庇护所，再为他们收昆吧。林峰带着特战队的成员回到了徐东村，走的时候他们有多意气风发，回来的时候就有多么的狼狈。一行人回到村子，徐东堂等人连忙过来迎接。徐东堂一脸讨好的说道：“林队长，你们是不是大获全胜了？有没有把13那个恶棍给干掉啊？”一群各村的话事人也纷纷附和道，一堆不值钱的彩虹屁喷涌而来。可是特战队的人越听脸色越是难看，他们任务刚刚失败，而且还死了近半数的弟兄，心情本来就很糟糕，所以此时听着徐家镇村民的吹捧，就觉得特别像是嘲讽。石大勇冷冷的呵斥道：“都给我闭嘴！”他的嗓门很大，这一声吼吓得所有人一脸错愕的望着他。此时徐东堂也是反应过来，这些士兵可不像是打了胜仗的样子，大家伙闭上嘴巴，不敢多言语。林峰对徐东堂等人说道：“我们有些饿了，多准备些食物过来，要比平常更多一点。”石大勇恶狠狠地盯着徐东堂几人说道：“我们今天打仗辛苦，伙食准备的好些，记住了没？”是。一群人哪里敢违背他们的意思？毕竟特战队人人都背着枪呢。可是等到他们走远之后，村民们就忍不住开始嘀咕了：“看这样子是打了败仗啊！”“不是吧？这些士兵还对付不了一个13。”“哎呀喂，这哪说得准啊！13可是个穷凶极恶的魔头，手段狠毒着呢。但他们起码也算是正规军啊！你瞧瞧这一身装备，那么多人干不过一个人，有点丢人了。”
村民们议论的声音不大，但是这些士兵的听力异于常人，都听在耳朵里。他们的表情羞愤无比，却也只能够装作听不见。毕竟打败了仗是事实，还去找人家辩论，就是打自己的脸了。石大勇阴沉地对林峰说道：“这些村民是不是太没大没小了？让我去教训教训他们。”用不着，留着他们还能够给我们供应食物，提供劳动。真要收拾他们，也得等到打完了13再说。基地那边也需要补充一部分劳动力，到时候就让他们过去为组织做贡献吧。赐他们好运！要是放在以前，就依照我的脾气，早就打死几个了。全球冰封末日求生，西山基地攻打13庇护所失败了，准备和13打持久战。在徐家村蹭吃蹭喝，村民们已经开始有些着急了。徐东堂被众多村民给包围了起来。村长，你之前不是说过他们待个2天就走了吗？现在都好几天了。我看没那么简单，他们打了败仗，这场仗还得继续打下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结束。可是这些当兵的吃的饭也太多了，一个人1天的饭量抵得上我们一家4口了。再这么下去，我们徐家镇也耗不起啊。徐东堂皱着眉头，心里面也是有些突突。不过为了维持局面，他只能够好好的安抚各村的村民，让大家不要着急。徐春雷看着这一幕，只能够无奈的叹了一口气。当初13说过的那些话，正在一步步成真。徐春雷跑回自己的家中，拿出手机与13进行联系。老大，西山基地的那些人灰头土脸的回来了，我看人数比去的时候少了一半呢，是不是被你干掉了？13通过徐春雷的情况，知道西山基地的士兵都撤退了，得意的说道：“是被我给打跑了。他们现在看上去如何？精神状态正不正常？”通过对方的表情，13可以判断出他们有没有想好下一步的计划。把握对手的心态非常重要。他们看上去就像是打了败仗的野狗，一个比一个脸色阴沉，而且一回来就嚷嚷着要吃饭，真不要脸。徐春雷也心疼村民们的粮食，要养活一帮子能吃的大头兵，张口闭口还得吃好的，村民们也是不堪重负。这才哪跟哪呢？现如今只是开始阶段，他们还会对你们客气客气，慢慢的，说不定人家就不把你们当人哦。说到这里，13的嘴角露出一抹坏笑。徐春雷，你历史学的怎么样？一般般吧。老大，你问这个干嘛？我就是想要提醒你一句，这些西山基地的士兵都是手上沾染无数鲜血、漠视生命的人物。古代历史上，这种极度匮乏粮食的情况时有发生，而那些当兵的人通常都会抓人过来当做口粮。你们徐家镇可是有不少活人吧？我愿称之为大型肉联厂。13的这句话吓得徐春雷浑身汗毛都立起来了。我操，老大，你别说了，太瘆人了，他们应该不至于做到这种地步吧？徐春雷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肉，不由得跟肉联厂里的猪联系到了一起。13收敛起戏谑的笑容，脑海中却想到了他在岳麓小区度过的那1个月，那种残酷是食物充足的徐家镇村民无法想象的。人到了极度饥饿的状态之下，可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会不会做到那种地步，我可不知道。只不过如果是我在你那种环境中的话，我一定早就溜了。徐春雷吞了口唾沫，心中也是犹豫不决，非常的害怕。13安慰徐春雷说道：“你别担心，你有异能。他们应该是舍不得动你的。如果哪一天你真的感觉情况不对，就到我这里来，哥罩着你。13现在希望徐春雷踏实的待着，给他当卧底，所以得先给他打1针强心剂。徐春雷得到13的承诺之后，心里面确实安稳了一些。好，老大，我听你的。真要是有那么一天，你可一定要帮我啊。当然，你注意观察他们的动向，有什么风吹草动都要跟我汇报，记住了吗？好的，老大。13挂断了电话，回到了地下室。周可儿第一个上来询问13：“13，你有没有受伤？”“我没事，我好着呢。”就在这个时候，杨欣欣的手机忽然传来了一声响动，周围的声音戛然而止，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他，因为在这种时候，外界基本上不太可能有人联系得到他们，而一旦有人联系过来，通常都不是什么好消息。欣欣，我是梁月老师，我和同学们现在需要你的帮助，能不能让我跟13谈谈？13听到梁月这个名字，不由得想到自己看到的那个怀抱唐刀的艺人。难道他也跟着过来了？看样子，在我带走了杨欣欣之后，梁月等人联系上了西山基地，并且加入了其中。13他望着杨欣欣与陆可然，认真的问道：“你们能跟我聊聊这个梁月吗？”陆可然与杨欣欣立刻把自己了解的关于梁月的事情都说了出来。大概情况我都了解了，我用你的手机和他聊聊。杨欣欣表示没有任何意见。13拿过杨欣欣的手机，给梁月发去了信息：“我是13，你找我有什么要谈的？13，我希望能够跟你合作。我的学生们现在就在西山基地，他们有生命危险，我想请你帮助我。”让我帮助你？你们在西山基地应该不愁温饱吧？天晴学院的学生不都是人上人吗？你应该知道，
如今这种时候，过去的身份和地位一文不值。我是真的想要同你进行合作。现如今我在西山基地内部，作为特战队的一名队长，我觉得你可能会需要我的帮助，以此作为交换条件，你帮助我和我的学生逃离那里，你看怎么样？13摸着下巴，一字一句分析着梁月话语中的深意。梁月的话让他觉得很奇怪，非常的奇怪。西山基地不是一个大型的地下避难所吗？他们在那里竟然还会有生命危险。可是我看梁月如今过得不错，他又是强大的艺人，连一群学生都保不住。我对西山基地一无所知，你想让我帮你，起码也得告诉我一些内部的状况。梁月想了想，西山基地的情报他的确知道一些，不过对13而言有没有用他无法确定。可是为了取得13的信任，他决定还是说出来。好，我可以告诉你，你能够冒着危险来救星星，我相信你是一个善良的人。好，你说吧。梁月于是便把这段时间以来他了解到的西山基地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13。而梁月提到昆体的时候，是13最关心的一点。那些学生变异失败的人，昆体会周期性被带出去，然后处理掉。换句话来说，对方是在做关于变异人的实验。13眼神晃动，不禁想到了自己身边异人的出现，他们和自己都是经历了强烈的刺激，甚至在生死边缘的时候觉醒的异能。大概西山基地就是为了得到强大的异人部队，才利用大量的人去做实验。这样一来，问题就说得通了。那些丢失的学生是被带走去做人体实验了。可笑，异人出现的概率如此之低，估计去的学生没有几个能回来的。13又望向徐家镇的方向说道：那里不就有上千号现成的活人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些人当中很大一部分都会被带走，亲切的让他们体验一下人工变异的手段。几个女人的眼睛里流露出庆幸的神色。如果不是遇到13然后被收留，万一落到这样的组织手中，那迎接他们的不知道会是怎样的命运。陆可然都忍不住喃喃说道：我还以为他们去了西山基地，日子能好过些呢，现在想来还不如待在天津学院呢。实际上那些学生，如果他们当初不去西山基地，而是留在天津学院的话，生活水平不会很差。毕竟杨星星一走，妖猫花花也跟着离去了。不过他们也不清楚这一点，一切都是巧合。13理解了梁月求他的原因。你对西山基地的警备力量很清楚，根本不是几个人就能够冲进去救出来一堆手无缚鸡之力的学生的。让我过去救人的话，你有些太高看我了，我只能做到自保。梁月的心中虽然有些失望，可13的回答也在他的预料之内。毕竟13和他们这些人之间可没有任何感情，人家没有道理为了他们而冒险。你可以抵御得住西山基地的进攻，就证明你有强大的实力。如果我可以展现出足够的价值，能否说动你呢？我建议你还是打消这种念头。不过你认识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我是否帮助你们，帮助的力度有多大，取决于你提供给我的价值。我明白，我会证明这一点，并尽量通过自己的力量带他们逃离西山基地。如果可能的话，希望你到时候给予我一定的帮助。如果我们逃出来之后，你是否可以接纳我们，并给我们一个居住的地方？13的眉头皱了起来，一脸的不可思议。你的意思是说住进我的庇护所？你的庇护所那么大，住进几10个人完全没有问题。我相信你也不愿意看到这些年轻的孩子在西山基地饱经折磨吧？哟呵，不好意思啊，我的庇护所不会让任何人进来。我们过去不会成为你的负担，还可以帮你做许多事情。天津学院的这些孩子，从小学习到的知识和技能都比普通人多，他们很有能力的。哟呵，这件事情没得商量。说实话，梁老师，咱们似乎也没有什么交情吧？我跟你那些学生就更不熟了。见到说服13不成，梁月也不是真的傻子，只能够把语气放缓下来。那么，为我们提供住所和一部分生活物资，这一点你总能做到吧？如果是这些条件的话，那还有谈的空间。13看向杨星星，微笑着问道：星星，你之前是不是说过，只要能够把木马植入西山基地的网络当中，就可以入侵他们整个网络系统？杨星星顿时悟到13想要做什么了。哥哥，你是想利用梁老师对西山基地进行反攻？我也不能总是被动挨打吧，最起码控制了他们的网络以后，就能够了解到他们的真正实力。万一哪天需要用到的时候，这就会成为我手中非常重要的一张底牌。13当即和梁月商量好，同意与他之间的合作，但条件就是梁月得协助他暗中对付西山基地。这对于梁月来说自然不是问题，他心里早就对这个邪恶的地方恨之入骨，巴不得他毁灭掉。因此二人一拍即合。全球冰封末日求生，他们已经出来2天了，并且从西山基地领取了大量的炸药。可是结果，那庇护所还是完好无损，反倒是他们损失了接近一半的战士。陈希年见他们没有一点动静，便来询问林峰战况。林峰，这次任务你们完成的怎么样了？已经2天过去了，有没有进展？
陈希年没有询问林峰是否完成任务，因为按照林峰一贯的风格，若是任务完成了，他早就第一时间上报了。所以陈希年也知道林峰是遇到了棘手的问题。林峰板着一张黑铁似的方块脸，仔细的把战况一一汇报给了陈希年，没有丝毫的隐瞒，包括13所展现出来的能力，以及阵亡了20多名精锐战士的事实。当听到这些情报以后，陈希年脸上的笑容缓缓收敛了起来。林峰知道陈希年心中一定非常失望和愤怒，他连忙说道：虽然前面我们的牺牲很大，但是经过这2天的摸索，我们已经弄清了13的能力。接下来我们一定能够打破他的庇护所，这一点请您放心。陈希年沉默了片刻，他必须让自己平心静气下来，否则他肯定会狠狠骂一顿林峰。但是面对手下的第一战斗力，陈希年又不能骂，毕竟还要用他，哪怕是要批评，也得等到他完成任务回基地再说。你打算怎么做？普通的热武器对他不起作用，除非我们可以向上层的大军去求援，调动导弹攻击他的庇护所。这个方案实施难度太大，暂时不予考虑。而且我说过，我想要的是活的13，一个死人我要他何用？他想要的是13亿空间里面的海量物资，可一旦嘎了13，那些物资他还能不能得到，完全是一个未知数。林峰也知道陈希年会这么回答，他这才不紧不慢地提出第2个建议。第2个建议就是通过我们几名队长级的一人，持续不断地对13的庇护所发动攻击。缺点嘛，可能就是消耗的时间要久一点。大概要多久？林峰沉思了许久，才缓缓吐出2个字：半年。这个数字林峰也没有把握，不过他知道陈希年心里面很生气，不敢说得更久了。然而半年这个时间长度，已然让陈希年觉得不可思议。你的意思是说，我们需要耗费半年的时间，投入如此多的队长级一人对那座庇护所发动攻击，那不是意味着我们西山基地这半年内的防御力量会大大减弱吗？万一有人什么来入侵怎么办？万一内部发生了动乱怎么办？你们能来得及支援吗？领袖，我们在徐家镇驻扎，物资这方面不需要基地提供，而且我们已经确定了13是空间系能力者，他肯定就是偷走沃尔玛仓库上100亿物资的人。只要我们能够把他给拿下，起码可以维持基地5年的运转啊。可是你有没有想过，5年之后又会怎么样呢？林峰愣了一下，5年之后，他的确是没有考虑过如此长远的事情。毕竟末世来临之后，对大部分人而言，只能活1天是1天。如今外界的物资并不稀缺，不过绝大部分都储存在冰雪之下，我们没有能力获取。可是13的能力我很感兴趣，它就是一个天然的仓库，如果可以让它加入我们基地，对基地来说绝对是大有裨益。将来我们别说5年了，就算是50年都能维持得住。冰雪之下埋藏着大量的物资，这一点每一个人都清楚。只要能够把冰雪之下的物资挖掘出来，完全可以让许多人生存下去。而陈希年看中了13的能力，他对林峰说道：13手中的物资很珍贵，他这个人我同样看重。如果你们没有办法通过武力手段迅速的拿下他，那照我看来，和他谈一谈也挺好。陈希年不愿意再拖下去半年的时间，何况林峰口中所说的半年也未必能成真。您要和他谈判，特战队可是死了几10名兄弟啊，这件事情能轻描淡写的划过去吗？一切都是为了基地的发展，林峰要以大局为重。林峰不敢违背陈希年，毕竟这位是在他军中17的老领导，如今又是西山基地的领袖。作为军人，林峰的纪律性非常严明。是，我服从您的所有命令。陈希年满意的点了点头。好，接下来几天你们对13那个庇护所的进攻不要停，而且要加大火力，为我们的谈判争取有利的条件。陈希年当然不可能现在就去找13谈判，因为此时13是赢家，他过去找13，气势上就落入了下风，所以必须让林峰带人给足了压力，他再出面招安。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 ，S 特战队的行动非但没有停止，反而加大了进攻的力度。他们分成了3个小队，每天24个小时不间断地对庇护所进行骚扰性的进攻，投掷手雷、放火、枪械进攻。这种进攻对于庇护所来说没有实质性的伤害，但是看上去却给人一种他们西山基地势必要拿下庇护所的决心。这些人到底想要搞什么鬼啊？又有什么阴谋诡计呢？13心中拿捏不准他们这么做的意义何在。3天之后，13就收到了来自西山基地的视频通话请求。对话就意味着谈判。13总算明白，为什么对方明知道进攻无效，还是要做出一副加紧攻击的模样了。你好，你就是13队吧？哟呵，你就是西山基地的领袖，不知道如何称呼。我叫陈希年。陈希年先生，你好，不知道你这一回来找我，有什么指教？前阵子，我们西山基地有2名战士外出执行任务，后来他们消失在了你的庇护所附近。根据他们失踪前传来的信息看，他们最后接触过的人就是你，13先生，是不是你嘎了我们基地的人？陈希年一上来就开始质问，要在气势上先压住13，可是13也不是吓大的，二话不说，直接掏出一把军刀，狠狠趴在了桌子上。这一举动让陈希年直皱眉头，如此粗鲁的行为，完全不符合他一贯理解的谈判手段。这把军刀你认不认识？就是你们的人留在我房子里的，就算是和平年代，这种私闯民宅，然后留下凶器的行为都可以视作非法入侵，直接击毙。更何况现如今末世之下，人人自危，你的人竟然敢恐吓我，那我嘎了他们又怎么样？陈希年看到13莽撞的模样，心中非常鄙夷。陈希年还试图和13讲述他的那些道理。他们并没有伤害你，只是在以这种方式同你打招呼，让你知道周围还有其他的幸存者。
事实上，我们西山基地经常会帮助发现的幸存者留下标记，是为了让你安心，这样才方便我们以后对你进行援助啊！你怎么能够恩将仇报？我不要你以为，我要我以为。我说他们是入侵者，他们就是入侵者。怎么样？我嘎了他们就嘎了。13一脸摆烂的模样，反倒是给陈希年整不会了。陈希年脸色一沉，严肃地说道：“不管怎么说，你在没有弄清楚事实之前就动手嘎人，难道不是一种错误吗？”哟呵，当然不是，我想嘎就嘎了。只要我认为他们有危害到我的可能性，哪怕只有1%，我也会动手。不过就是死了几个人嘛，至不至于这么大惊小怪的。13的一番表现完全出乎了陈希年的预料，这种胡搅蛮缠的感觉，快让陈希年气疯了。他也失去了耐心，冷着脸说道：“这么说来，你是坚决不肯承认错误了？”哟呵，我何错之有？你都已经把大部队派到我家门口了，天天对着我的房子枪炮炸药袭击个不停，现在反倒是说我有错，做人也不能如此不要脸吧？13没有跟西山基地讲和的打算，因为他知道双方之间讲和的主动权一直都在陈希年的手里，13只是防守的那一方。如果对方撤兵回去，和平就会到来。你们最好赶紧给我滚回去，否则的话，西山基地来的这些人，我会让他们一个都活不下去。而且我还会联系天海市其他的势力，告诉他们西山基地防备空虚。你猜他们会不会趁机过去做点什么？13这么说只是虚张声势，实际上他并不认识什么天海市其他势力的人。但是13知道，天海市这么大的城市，2000多万人口，一定还存在着幸存者的势力。这一点，陈希年却是很清楚的知道的。他不免心中有些紧张，可表面上，陈希年仍然故作镇定。13，你真是太年轻了，什么事情就想着用粗暴的方式来解决。其实我找你是希望能够和谈的。我知道，当初沃尔玛华南仓库的物资都在你的手里，那么多物资呢，你用10辈子都用不完，留在手里干嘛？我没有，不是我干的，你别胡说。这种事情哪怕证据确凿，他也打死不会承认。有好事偷摸摸的享受就行了，千万不能张扬。人怕出名猪怕壮啊！陈希年呵呵一笑，我都已经知道了，你藏着掖着也没有什么意思。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往大局方向考虑一下。我们西山基地还有幸存者数千人，如果你可以拿出这些物资，能够让这数千人都存活好多年啊！那跟我又有什么关系？不好意思啊，我没有那么伟大，别人的死活与我无关。末世当中死了那么多的人，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你怎么会有如此自私而浅薄的想法？国家多年对你进行的教育，难道都白白浪费了？你的责任感呢？陈希年并没有放弃对13的洗脑，在他看来，13这种小年轻是有一腔热血的，只要以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来洗脑，就很容易打动他，让他站出来奉献。可是他却并不知道，经历了2世为人的地狱之后，13的心比钢铁都坚硬，他只想自己好好的活着，而现在帮助别人，就意味着给自己带来危险，他绝不可能去做。不要在这里高谈阔论了，如果我真的是你说的那种人，在末世来临的初期，我就已经死了。13的油盐不进让陈希年有些火大，他终于意识到，面前这个看上去冷冰冰的年轻人没有那么容易对付，打感情牌既然不行的话，就只有谈利益了。其实这次与你通话，我主要的目的是邀请你加入我们西山基地。加入你们西山基地，怕是我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吧？我可以降低标准，只要你拿出手中1半的物资就行，剩下的1半你可以自己留下。但是相信我，你能够得到的东西一定比你付出的更多。我手中的物资都是我在末世之后收集来的，只够我们几个人生活数月罢了。这么点亮你也惦记？你现在还不诚实，我已经掌握了确切的情报，你就用不着跟我玩心眼子了。我说的也是实话，信不信随你好了。不过我有些好奇，你凭什么认为我会放弃现在的庇护所，去你们那个基地？13，所以说你还是年轻啊。你知不知道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快乐是什么吗？不是金钱，不是女人，而是拥有权利。陈希年攥着自己的拳头，骄傲地对13说道：只要你来西山基地，我就可以让你做我之下的2把手，到时候整个西山基地，你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仔细想一想，你可以掌控数千人的命运，每一个人见到你都会由衷的低头，每一个人都会千方百计的讨好你，逢迎你的一切喜好。哪怕你放了一个屁，都会有人追着你的屁股去闻。你想要得到的一切，甚至不需要张嘴，一个眼神就有人为你解决。什么财富、女人，对你来说都会是唾手可得的东西。你觉得这样美妙的事物还不够有诱惑力吗？13听着陈希年所描述的美好蓝图，说实话，心中的确有些怀念那段日子。不过他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地拒绝了陈希年。你说的那些，现在对我而言没有丝毫吸引力。如果是末世之前，我很乐意去做一个手握权力的小领导，因为在成熟的社会体系之下，做领导的收益是远远大过风险的。可现在却是风险与收益并存，我没有心情去干预你们西山基地那个烂摊子，更没有什么兴趣给人家当2把手。我很享受现在的生活，不会加入任何势力，也不想受任何人的辖制。如果你们现在撤兵的话，之前的事情我可以既往不咎，咱们今后井水不犯河水，你觉得怎么样？虽然被西山基地进攻了多次，但是13也没吃过什么亏，反倒是对方死了不少人，因此13也没报仇的打算。要是能这么结束，他很乐意。但是陈希年不乐意啊！见到13油盐不进，他终于变了脸色，软的不行，他就要来硬的了。
你以为搞了我们西山基地那么多人，说算了就能算了吗？13，我给你机会，是爱惜你是个人才，如果你不识抬举的话，我可就不再留手了。以我们西山基地的实力，攻陷你那个小小的庇护所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已。你们派了那么多人过来，又是枪炮，又是炸药的，可你问问他们，有没有伤到我13一根汗毛？反倒是他们死伤惨重。现在不是你给我机会，而是我给你机会。老陈，收手吧，你是没有机会赢我的。既然如此，那我们只有打了。全球冰封末日求生，陈锡年被13拒绝归降之后，生气的不行，决定拿下13，生死不论。葛柔秘书，无论如何，13必须得拿下。我原本看他是个人才，想要收他入我麾下，可是没想到他如此不识抬举。既然他不能够为我所用，那就毁掉他吧。陈锡年一脸惋惜的叹了口气，说道：“通知凌风，我不管他用什么手段，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一定要把那个庇护所给我拿下来。13本人生死不论。”是，领袖。至于凌风要如何做到，陈锡年不关心，他是领袖，领袖的职责是总揽全局。至于打仗的事情，是凌风这个特战队大队长的责任，领导会下命令就足够了。葛柔把陈锡年的命令转达给了凌风。谈判破裂，13丝毫不顾领袖的惜才之情，顽固的要和西山基地作对。领袖命令你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拿下13的庇护所，生死不论。得到领袖的命令之后，凌风的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容。说实话，他真的很担心13同意和谈，那样的话，13进入西山基地，地位绝对在凌风之上。凌风只能够忍受着失败者的身份，还无法为死去的兄弟们报仇。是我保证会把那个庇护所给拿下来。凌风这一回倒是学聪明了，没有给出时间的期限。他在13身上吃过的苦头够多了，不希望再一次被打脸。葛柔自然察觉到了他的小心思，却也没有刻意点破。凌风是西山基地的最高战力，即便是陈锡年对他也很客气，没有必要对他过于苛刻。当天夜里，凌风把自己最信任的几个人喊到了自己的房间，一起商量对付13的对策。经过前面的苦战，他们已经充分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其难以对付的对手，所以他们必须全力以赴，甚至无所不用其极。经过整整一夜的讨论，他们重新制定出了一套计划。时间来到第二天，凌风把徐东堂喊了过来，让他把整个徐家镇每一家每一户的每一个人都喊过来。1个小时之后，整个徐家镇还活着的1000多口人全都聚集到了镇中央的雪地广场。他们来到这里之后，就发现现场的气氛有些严肃，数十名特种兵手持步枪在周围认真戒备，他们板着脸，没有一丝笑容，看村民们的表情像是在看一群囚犯。他们要干什么？我怎么觉得有些恐怖？胆小的村民们小声议论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胆子小，可别吓我啊！他们提出的要求我们都满足了，应该不会伤害我们吧？别多想，不会有那种事情的。等到确认整个徐家镇的人都到齐了，凌风拿起一个喇叭喊话：徐家镇的村民们，你们也都知道，我们来到这里是帮助你们大家的。有一个达人无数的恶魔叫13，这个人极其残忍，打了徐东村上百口人，简直是罄竹难书。我们为了诛灭此僚，现在需要大家配合我们的工作。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要把手机、电脑等一切通讯工具上交过来，这是为了保证我们的作战计划不会泄露。等到什么时候消灭了13，我们会将这些东西原封不动的还回去。说完，凌风看向徐东堂和各村的村长。各位，这件事情就麻烦你们了，所有人的通讯设备必须收上来，一旦发现有任何私藏的行为，一律以通敌的罪行来处理。我希望大家不要搞小动作，万一误会了可不好。徐家镇的村民们听到只是没收通讯工具，不由得松了一口气。等到没收完了所有人的设备，凌风又开始布置下面的任务。希望大家能够配合我们的工作，这也是为了你们自己的安全考虑。只要除掉13这个达人魔头，你们的明天才会变得幸福。所有村民听得一片茫然，心里面害怕极了。这不会是要让我们去进攻13的庇护所吧？我可不想去，之前死了那么多的人，我们只是一群种地打鱼的，拿什么去跟人家斗？就是啊，有你们这些职业军人在，为什么让我们去打仗？村民们此时心中非常不乐意，提出了意见。凌风安抚众人说道：不需要你们去冲锋陷阵，只不过需要你们帮忙从事一些工程类的工作。放心好了，跟13直接对抗的事情有我们在，相信我们，保护人民的生命是军人的天职。徐东堂为代表的各村负责人也纷纷开口，为凌风帮腔。村民们心里面或多或少有些不满，可谁也不愿意当出头鸟，站出来反对。这件事情就算是这么定下来了，事实上他们的想法根本不重要，凌风只是通知他们一声，让他们配合工作罢了。他们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一开始，西山基地的特战队来到徐家镇，只是让他们提供食物，后来演变成大批部队常驻，需要住所和食物。
以及向他们提供13的信息，这就让徐家镇的村民们陷入了危险之中。直到现在，他们又开始要求徐家镇的村民加入对13庇护所的进攻。梁月看着林峰，心中产生了一丝警惕，因为林峰此次行动没有丝毫预兆，并没有提前告知他，这到底是对他产生了怀疑，还是要有什么过于隐秘的行动？他不好判断。梁月心中思索了一番之后，决定向林峰开口询问：林队，这一次搞这么大的阵仗，我们是不是有什么大行动了？上面已经下达了死命令，必须要把13的那座庇护所给拿下来，所以现在我们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为了不让梁月觉得自己被孤立，林峰又说道：这个计划也是昨天晚上我临时想到的，因为时间紧急，就没有通知你。没有关系，你是大队长，你拿主意就好。林峰让手下的士兵过去分配任务，然后自己叫上梁月、郑雪荣等几人来到了屋子。我们现在对庇护所进行了几次尝试性攻击，虽然损失很大，但是也基本上弄清楚了13的能力是什么。枪械、火箭筒等弹道武器不能使用，会被吸收并且反弹回来，但是他的攻击手段有限，只能够通过狙击枪进攻，却不敢从庇护所里面出来。所以我的打算是咱们几个人使用异能，从他庇护所的射击死角连续不断的进行攻击。石大勇和郑雪荣一脸淡然的模样，显然他们早就知道了，这些话其实都是说给梁月听的。梁月听林峰说完之后，眉头微微皱了起来，说道：就只是这样，恐怕没那么简单吧。虽然利用异能进攻可以产生效果，但是哪怕我们4个人轮流上，怕是也得花费1年半载才有成效。我不觉得基地那边可以让我们在此耗费如此多的时间，更何况如果只是让我们动手，那你又为何调动那么多的村民？林峰闻言顿时笑着点了点头。梁老师，你果然很聪明，不愧是教书育人的。不好意思，我是体育老师。不管你是什么老师吧，总之你说的没有问题。而实际上，我们表面上的进攻只是为了吸引13的视线，是诱饵。我们真正的进攻方式是从地下进行爆破。梁月瞬间明白了林峰的整个计划，他的身体一阵冰凉，背后都冒起了一层白毛汗。你是要让徐家镇的村民们去死，在如此寒冷的天气之中，让村民们从事高强度的地下挖掘作业，一定会导致大批的村民冻死、累死的。我这都是在为他们着想，在这之前13已经达了他们上百人，而一旦我们离开这片土地，他们面对13的时候将毫无还手之力，一部分人的牺牲是必要的。为了最后的胜利，我们是军人，军人第一条纪律就是服从命令。既然领袖要求我不惜一切代价拿下13的庇护所，我就会不留余力的去完成。梁月气得握紧了拳头，身体都在颤抖。虽然他知道西山基地是个什么地方，可是没想到这些士兵也能如此残忍。不惜一切代价，可你牺牲的是别人的代价，我不是士兵，我做不到。自从你加入特战队以后，你就已经是了。林峰冷冷地盯着梁月，锐利的目光像是2把刀子。除非你有更好的办法可以攻破庇护所，否则的话就执行命令吧。全球冰封末日求生。梁月回到房间之后，马上就给13传递了这个情报。13，特战队这边打算采用挖地道的方式，从你们庇护所下方进行爆破。他们召集了整个徐家镇的村民，施工的地点距离庇护所也很远，你很难发现。不过只要你仔细注意一些，肯定能察觉到蛛丝马迹。13收到梁月的消息以后，心中也是微微一惊。从地下爆破吗？不过这个施工进度将会相当漫长，而且以地底工事的坚固程度，需要的炸药量也极其庞大。毕竟这种方法很轻松就可以破解，炸毁地道就能搞定了。原始方式施工的话，如果提前有防备，搞个探测器就可以侦察到地下的动静。我知道了，多谢你的提醒，我会注意的。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他们这么喜欢白费功夫，那让他们好好干就是了。现在外面天寒地冻的，他们选择在这个时候破土动工，肯定要死不少人。不行了，他们并不是自己动手，而是让徐家镇的村民去挖地道。这样一来，即便是牺牲，死去的也是那些无辜的村民。13，你最好还是尽快动手，避免让无辜的人牺牲。13对梁月的话嗤之以鼻。他虽然承认梁月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不过梁月根本不清楚他与徐家镇的恩怨。之前徐家镇对庇护所的进攻不谈，后来那些人选择为西山基地的士兵提供援助，就已经站在了他的对立面。13巴不得那些人遭报应，全部都死掉。梁老师，你说的对，可是如果我迅速摧毁他们的地道，那岂不是等同于暴露了你吗？你都说了，徐家镇的所有人都被收缴了通讯设备，只有你和西山基地的特战队有能力对外联系，所以一旦事情败露，他们肯定第一时间就会怀疑到你的头上。我不能为了那些村民的性命而牺牲掉你啊！13的一番话语对的梁月哑口无言，他只是想到了要拯救那些无辜的村民，可却忘记了事情一旦暴露，他自己将会立刻身处险境。难道真的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死吗？梁月的语气充满了不忍，而13却只是无比平静的回答：
让他们去送死的人是西山基地的人，又不是你，你用不着自责。13的安慰让梁月心中的负罪感减轻了不少。梁月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只能够希望他们不会死伤太严重吧。”在林峰的指挥下，整个 S 特战队和徐家镇的人都被调动了起来。梁月与史大勇负责对庇护所发起攻击，他们只是表现出一副玩命的架势，实际上这只是为了迷惑13，做戏要做全套。他们甚至调集了大量的特战队员，从远处以各种方式进行火力攻击。如果不是13提前得到内线的情报，可能都会以为他们愚蠢的发了疯。而在另一边，距离庇护所1500米左右的地方，特战队员拿着枪开始监督徐家镇的人进行挖掘作业。徐家镇的人个个拿着工具过来，可是谁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这是林峰的命令，不能让他们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要挖掘一条长达1500米的地道，否则的话，这些村民一定会动乱起来。这一天就这么平静的度过了。经过一天的挖掘，林峰带着队长们走过来，向负责指挥工程的吴院士询问道：“怎么样？第一天的工作是否顺利？”一切都按照原定计划进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样昼夜不停地进行挖掘，我们在1个月之后就可以打通这条长达1500米的地道。吴院士做出一个爆炸的手势，微笑着说道：“然后，嘣，我们会用2000公斤的炸药从13的庇护所飞上天堑。”林峰满意的点了点头，他看向施工现场，一副忙碌的热火朝天的模样，周围有几名持枪的战士在看守。忽然之间，林峰眉头一皱，看到一个小孩子，他快速的来到了他的面前，便开始询问他：“你多大了？”“我今年13岁了。”男孩老老实实的回答。林峰忽然暴怒，冲着附近的徐东堂和吴院士喊道：“我不是说过了吗？16岁以下的孩子不要让他们工作，知不知道孩子是民族的未来与希望？”林队，我们都是农民，别看他只有13岁，但是干起力气活不比城里的大人差。我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哪怕是工程再紧张，我们做事情也要有底线。立刻把他给我带回去，这里是战场，不能让孩子加入。是，我马上把他带回去。不远处，梁月目睹着这一幕，只觉得更加无语。他实在是不清楚该如何评价林峰这个人了。为了加快工程进度，咱们这个地道必须24个小时不能停。徐村长，希望你发挥带头作用，让大家努力克服一下。徐东堂听得目瞪口呆，这件事情林峰从来没有对他说过。听到要24个小时连轴转，徐东堂吓傻了。营队，这工作量是不是也太大了？大吗？每小时2班40个人，一天下来1000人左右，这是不是很合理？可是这种天气，即便是一天只工作半个小时，普通人的身体也受不了啊！更何况真要是连轴转，我们也不清楚这个工程需要干到什么时候。营队，您到底要干什么啊？老徐，你只需要好好配合我们的工作就行了，明白了吗？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徐家镇好，不除掉13这个恶魔，你们以后全都会死的。放聪明点，不要以为我是在害你们的人。林峰说完之后便转过身离开，没有给徐东堂任何讨价还价的机会，或者说在他眼里，徐东堂也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时间来到第4天，地道顺利挖掘到了100多米，这个时候工作环境的艰难就体现出来了，越往深处氧气就越稀薄，再加上寒冷的气温以及高度的劳动，终于有人第一个倒了下去。死去的那个人叫徐有志，52岁，是个建筑工人。上了岁数的人在低温的状态下最容易激发心梗与脑梗。一个年轻汉子见状，对周围的特战队成员吼道：“操！你们这么做是不人道的，这是拿我们当牛马，老子不干了！”全球冰封末日求生，随着地道越挖越深，工作的条件和强度也迅速的发生着变化。越来越多的徐家镇村民死在挖地道的过程当中，也有些人是干完了一天的活回到家，躺在床上就再也没有醒过来。到了后面，每天都会从地道里面抬出来几具昆体。徐家镇村民的情绪也随着昆体数的增多而变得暴躁。虽然他们不敢直接同持枪的特战队发生冲突，但是言语上的冲突以及私下里的小动作不断。林峰得知这种情况以后，异常的淡定，因为一切都在他们的预料之内。挑几个领头人的出来打死就好，有些人不见血是不会知道害怕的。另外，咱们只要求工程进度，让他们自己的村长进行管理，他们自己人管理自己人最拿手，比咱们强。当即就抓住了一群人，当众打了3个领头的。他们亲眼瞧见那3个人的西瓜没了，这让徐家镇的村民们瞬间清醒了。时间一晃而过，10天就过去了，徐家镇的人死掉了32个，并且这个数字每天都在增加，而地道的挖掘深度也来到了500米左右。这个时候，梁月询问林峰说道：“以这些村民残存的体力来看，让他们在地道里面爬1500米，他们都会累得够呛，更别提继续劳作了。我们别无选择，在没有现代化工具的条件下，这是唯一的办法。既然选择了牺牲，那就坚持走下去。到时候我会帮他们除掉13，这就算是替他们报仇雪恨了。”梁月对林峰的神逻辑感觉异常无语，梁月心中感叹道：“
现在徐家镇的人比起13，怕是更加痛恨你吧？做人还真是没有一点自觉。13通过和梁月的对话，时时把握着外面的情况，梁月的心态也被磨练得平静了许多。毕竟每天都会看到有人累死，听着林峰那自圆其说的理论，他的内心已经很难再被什么掀起波澜。13，按照目前的进度来看，他们还得大半个月才能挖到指定地点，不过到时候起码还得再死数百个村民。13，你还不打算行动吗？小心把事情给玩脱了，到时候可不好收场。我自然有我的计划，这一点你放心好了。不管我怎么做，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能够做到，其他方面不需要你操心。我也只是好心提醒你。对了，最近几天我发现攻击庇护所的人越来越少了，只有你们几个艺人，其他人都跑哪去了？他们莫非有别的任务？没有啊，他们大部分都在徐家镇上待命行动。先这样吧。二人结束了通话，13的心中也有了一个计划。等待了这么久之后，他该有所行动了。是时候带给他们一点小小的震撼了。第二天早上，13从庇护所的地道出了门，决定主动出击一次，给他们一点小小的震撼。林峰等人吃完了饭，然后照例来到庇护所外面，开始日常的袭扰。而特战队中的艺人每天都会过来佯攻，为了不让13怀疑他们是必须要过来的，徐家镇留守的只有实在干不动活的老人和孩子，以及一部分做饭的女人。此时留在徐家镇的那些士兵都只是一些普通的战士，最多会有几名改造人。与此同时，13嘎了特战队5、6个人。很快，剩余的特战队人员发起了反击，所有人的枪口都对准13，开始了疯狂的射击。那些子弹密密麻麻的飞向13，13打开异空间吸收了所有子弹，反手就将他们射来的子弹反弹了回去。瞬间，所有人领了盒饭。做完这一切，13准备离开这里，忽然一道熟悉的声音把13叫住了。老大，等一等，我想和你一起走。那好吧，回去以后要乖乖听我的话哦。很快，特种兵听到了徐东村密密麻麻的枪声，心中有了很多莫名其妙的想法。村子里面怎么会有枪声？难道是有人家放鞭炮？怎么可能？现在这种时候，谁会无聊到放鞭炮？林峰听到枪声，脸色立刻变得严肃了起来。有枪声就说明是徐家镇那里出了问题。走，我们回去看一看发生了什么事。很快，他们回到了徐东村，地上全是特种兵的昆体。林峰看到眼前的这一幕，愤怒极了，他忍不住怒吼了一声。是谁干的？是谁嘎了我的兄弟们？林峰双眼血红，身形如同鬼魅一般掠出，然后捏住一个村民的脖子，说是谁干的？他被吓傻了，支支吾吾半天，竟然一句完整的话都没有说出去。林峰用力一拍，他的西瓜瞬间没了。村民们不敢相信的看着这一幕，然后疯了似的大叫起来，慌忙逃命。不许跑，谁跑我就嘎了他。徐家镇的村民们到死都想不到，他们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却死在这些被他们好心好意招待的士兵手里。林峰看了一眼瑟瑟发抖的村民们，忽然觉得自己好像做的有点过头了。他连忙解释道：你看看你们，我只是想问你们有没有看到凶手，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明明知道我死了那么多兄弟，现在心情很糟糕嘛。没事了没事了，大家不用害怕。林峰他又板着脸问村民们：现在你们都给我老老实实的交代，村子里发生战斗你们一定看见了，告诉我谁是凶手。那些村民们望着突然变脸的林峰，只觉得这个人就是一个活脱脱的恶魔，哪里还敢回答他的话。如果你们不说的话，那就是你们干的，到时候你们整个镇子的人都得死。此话一出，顿时吓得有人开口说道：他是13，是他嘎了这些特种兵的。怎么可能？他不是在庇护所里面吗？他到底是怎么出来的？队长，会不会是有别的通道？一定是这个样子。一个合格的庇护所是不可能只有一条路的，如果可以找到那条道路，我们就能嘎进庇护所里面去。该死的13，你害死了我那么多的兄弟，以及徐家镇那么多的村民，我一定要嘎了你。全球冰封末日求生，13嘎完徐东村的特种兵后，此时13已经带着徐春雷远离了徐家镇。不过带他回去之前，13还想确认一下徐春雷这家伙是否真的彻底放下了徐家镇的人与事物。徐春雷，你可要想好了，进入庇护所之后，你就必须无条件听从我的命令。老大，你放心，我保证服从你的一切命令。那样最好。很快13带着徐春雷来到了庇护所的通道内，徐春雷有些谨慎地看向身后，然后对13问道：老大，来的时候路上的车轮印记太明显了，这个通道会不会被发现啊？只要对方不是彻头彻尾的蠢货，就一定可以发现。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如果他们从这里进攻的话，可就糟糕了。13嘴角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淡淡的说道：我巴不得他们快点来呢，这样我就可以嘎掉他们更多的人。老大，原来你在这里也准备了陷阱等他们呢。我可从来不打无准备的仗。另一边
林峰等人很快就找到了雪地车的痕迹。大队长，咱们追过去吧，干掉13那个该死的小可爱。我们跟那个家伙交手那么多次，你什么时候见他吃过亏？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对手，他不可能留下如此明显的漏洞，除非在后面还准备了其他的手段。可是我们不能错过这次机会，再过半天的话，这痕迹就会被大雪所掩盖，我们将再也找不到那个通道。追是当然要追的，但是我们不能太过冲动。他深吸了一口气，冰冷的语气带着浓浓的哀伤。我们已经承受不起更多的伤亡了，60多人的精锐战队，如今已经死亡了50多人，把所有人都召集回来吧。可是我们的地道还在挖掘，难道工程就能搁置吗？你动动脑子仔细想一想，13凭什么敢跑出来袭击我们的本部？沈红微微皱眉，顺着林峰的话语开始思索。片刻之后，他猛地抬起头来，眼睛里露出震惊之色。大队长，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当中出现了叛徒，是他向13传递了我们的情报，所以13才会趁着我们后方空虚，孤身前来偷袭？没错，一定是这样，否则以他的谨慎程度，不可能贸然离开那座庇护所。如果我们的情报真的被人透露了出去，那么挖地道这件事情，你认为还有意义吗？可是这样一来，我们当中到底谁才是叛徒？他们对整个徐家镇所有村民都进行了搜查，任何人手中的通讯设备都被没收了过来，即便有人想要私藏，也被特战队成员用仪器检索了出来。更何况徐家镇本身就和13之间有深仇大恨，他们没有向13通风报信的手段与理由，那么叛徒是在特战队的成员里面。忽然沈红的脑海当中立刻浮现出一个人的身影来，他们当中最可疑的那个人毫无疑问就是新加入特战队不久的梁月。会不会是梁月？把他们叫回来就知道了。所有人回到徐东村，特战队这边的气氛同样格外的凝重，他们的人几乎要死光了。然而直到现在，他们都没有碰到13一根手指头，这简直是奇耻大辱。而林峰则是走到梁月的面前，眼睛里带着彻骨的寒意。梁老师，能不能把你的手机交给我查看一下？林队，你的意思是怀疑我？我们死了那么多人，他13凭什么有胆量跑出来袭击我们的后方？肯定是有卧底向他通风报信。梁月把手机拿了出来，大大方方地递了过去。如果想查的话，你们就好好查查吧。不过正在这个时候，史大勇看了看周围，忽然惊奇地说道：怎么那个徐春雷不见了？他们回来半天了，没有看到徐春雷，史大勇才有这么一问。此话一出，林峰顿时察觉到不对劲。徐春雷，他人呢？马上有人把徐东堂给叫了过来。老徐，你们家那个大孙子哪去了？此时徐东堂的内心一片凄凄然。回来之后，他们见到村子里死了那么多村民，而且死状极为凄惨。徐东堂没有回答林峰的问题，而是鼓起勇气对林峰说道：林队，我们徐家镇对你们够意思了吧？你为什么要搞我们的亲人呢？他们不是我搞的，他们都是13害死的。老徐，你这个人平日里挺聪明的，怎么现在也犯起了糊涂？不是，你得讲点道理。要不是13跑过来打了我的弟兄们，而你们徐家的人知情不报，我会那么生气吗？所以这件事情你得怪13，你们好好配合我的工作，我来解决13，给你们报仇。林峰说的理直气壮，他的脸上甚至带着正气，这不是狡辩，而是他从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徐东堂气得都在发抖，面对这种人，你还拿什么跟他讲道理？他忽然想起徐春雷之前的警告，过于信任西山基地的这些人，可能给徐家镇带来巨大的危险。徐东堂已经开始后悔当初的选择，然而如今悔之晚矣。林峰死死盯着他的眼睛询问道：别傻愣着了，快告诉我，徐春雷去哪了？我不知道，春雷他不是你们招走的人吗？平日里又不过去干活，我哪知道他去哪了？你们要是不告诉我徐春雷去哪里了，今天你们徐东村一个人都别想活。此话一出，一个村民连忙举报了徐春雷。徐春雷跟着那个13一起跑了。事到如今，已经是水落石出，那个给13通风报信的人就是徐春雷。林峰愤怒地说道：这个该死的叛徒，我一定要嘎了他。梁月却暗暗松了一口气，徐春雷肯定是跟着13一起离开了，这样一来，他也就成为了他的背锅侠，梁月的嫌疑就被洗刷了。林峰把徐东堂拽过来，一脸不解地询问道：你不是说你们村子和13有血海深仇吗？那为什么还会有叛徒勾结13？徐东堂其实知道一些内幕，当初与13的讲和实际上是徐春雷做的，不过他为了揽功劳，就是对外宣称是自己谈的，因此别人并不知晓徐春雷同13之间有所联系。而现在他当然也不可能把真相说出来，否则的话林峰一定会嘎了他。他只能说道：那徐春雷就是个胆小如鼠、贪生怕死的废物，他做出什么事情来都不奇怪。李队，这件事情可跟我们其他人没有关系啊，我们对13恨之入骨，不可能帮他对付你们的。既然你们说自己和13没有勾结，那就用事实证明给我看。徐东堂不明白林峰要他做什么，林峰让人把徐家镇所有村民集中到广场上，林峰随机从里面选取了100个人。你们这些人跟我过去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事情顺利的话，我给你们记大功劳，剩下的人老老实实留在这里，
该干什么干什么。全球冰封末日求生，一行人离开了徐家镇，沿着13雪地车留下的轨迹出发，很快找到13庇护所地道的入口。可他们不知道这是13设下的圈套。林峰便对那些村民们说道：“麻烦你们先去探探路。”他们实在是被13坑过太多次，心里面有些害怕了，但是不敢有丝毫反抗。100个人只能够老老实实的进入通道之中。不过下一刻，地道内一道火焰喷涌而出，将他们瞬间领了盒饭。13，好狠毒的家伙，果然还在这里留着后手呢。大队长，怎么办？这条路显然是走不成了。走不成就把这里炸掉，我们进不去，他也休想再出来。他们把地道堵死后回到了徐东村，村民们发现同去的100人没有回来，便询问林峰他们去哪了。林峰只是随便找了一个理由把他们打发。第二天一早，梁月来到吃饭的地方，饭桌上，林峰正在对徐东堂说些什么。待会你们所有人集合一下，有件事情我要请你们帮个忙。徐东堂的脸色非常的难看，一脸不情愿的模样说道：“林队，您还需要我们做什么啊？”只要是林峰找他，肯定没有什么好事。林峰只是冷冰冰的说道：“你按照我的要求去做就行了，到时候我会告诉你们的。去吧。”吃完了早饭，徐东堂就按照林峰的要求，把所有村民集合到了徐家镇的广场上。林峰看了一眼，他明显察觉到少了一些人，没来的基本上都是妇女和孩子。林峰也不在意，他只是对所有人说道：“昨天徐家镇遭到了恶徒13的袭击，导致死伤惨重。我们作为军人，不可能坐视这种情况而不理。但是现在我们人手不足，希望大家能够予以帮助。现在抽出100个人来，跟我们一块去一趟13的庇护所。”林峰的话音一落，现场的徐家镇村民全都慌了神。每一次特战队找他们都没有好事，1个多月了，他们原本安定幸福的生活全被打乱，现在吃不饱饭，还随时都会面临生命的威胁。如果不是他们畏惧特战队的武力，早就反抗了。可是林峰也顾不了那么多，只是吩咐徐东堂说道：“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了，我就要100个人。”徐东堂无奈的点了点头，还能怎么办呢？只能照办，只要反抗他就会没命。不过林峰特地说道：“有几个人你都得给我带上，不管男女老少。”庇护所内，13听到外面有很大的动静，便带着徐春雷来到了阳台查看情况。徐春雷，你看一看，他们是不是徐家镇的人？还真是他们，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啊？徐春雷的脸色也变得发白，脑袋上冒起了一层白毛汗。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可是他敏锐地意识到，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事。13用望远镜仔细查看着，并没有找到林峰等人的身影，显然他们是在暗中躲藏了起来。而13也没有收到梁月的提醒，所以不知道这是什么状况。他们这是过来干嘛？趟陷阱也不可能啊！附近的地雷早就被他们排空了。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计划，可是绝对不能让这群人靠近庇护所。我们必须把这些人全都嘎了。13这句话吓得徐春雷一个机灵。啊，嘎了他们全部吗？徐春雷脸上的表情像是快要哭了。虽然他选择放弃徐家镇，自己出来逃命，但是让他自己举枪打了村民们，他还是很难做到。毕竟徐家镇大部分村民都姓徐，属于同宗，随便拎个人出来也是沾亲带故的。13看着这个怂怂的徐春雷，长叹了一口气。如果这庇护所被攻破了，你觉得我们能活吗？现在是末世。13重重强调了一句，就不再多说什么。如果可以的话，他也不希望双手沾满鲜血，但是天不由人，你想活着，就得有别人去死。13也没有强迫徐春雷打自己的同族之人，他在面前展开次元之门做好保护，然后举起一把手枪开始点射。立刻有5、6名村民像割麦子一样倒下去。徐春雷，我们可都是你的同族之人啊，你怎么能对我们开枪？春雷，我是你四姨，别开枪，救救我们啊！哀求和痛骂之声传入徐春雷的耳中，让他冷汗直流。可是13开枪的速度丝毫不减，依旧在定点清理着那些徐家镇的村民。他现在有些疑惑，这些人过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可能够确定，肯定是林峰那些西山基地的人在暗中捣鬼。13又是一枪，一个人的西瓜又没了。徐春雷，你在干什么？我知道你在里面，快停手！你真的要眼睁睁看着我们都死掉吗？徐春雷，你这个徐家的罪人，看看你都干了什么！徐家镇变成今天这样都是你害的，如果不是你勾结13，我们徐家镇怎么会死那么多人？一个老妇人对着徐春雷破口大骂。13皱起眉头，看了徐春雷一眼，他感觉到了，这些人仿佛就是过来送死的，这非常奇怪。难不成是林峰准备用他们的鲜血打开庇护所的门？很遗憾，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13转过身，继续开始射击。可是这一次，一具昆体倒在地上之后，13发现他们身上绑着炸弹。13定睛一看，顿时明白了这些人是过来干什么的了。林峰原来是想利用徐家镇的村民作为掩护，对庇护所进行爆破。徐春雷，看清楚他们身上有什么东西了吗？徐春雷闻言看了过去，自然也能够看到村民们身上绑着的炸药。他不敢相信地瞪大了眼睛，这帮人渣简直不是人！徐春雷对西山基地并没有任何好感，然而现在他们竟然把徐家镇的村民们做成了人肉炸弹，这件事灭绝人性，是禽兽不如的做法。我说过了，他们背叛了自己的信仰，是一群亡命之徒。
所以对付他们必须比他们更狠。13平静地说道。徐春雷的内心都要崩溃了。换句话来说，这些人都是牺牲品，无论如何都得死在这里，而他必须眼睁睁看着这一幕，什么都做不到。13把手枪递到徐春雷面前说道：现在情况已经很明显了，该怎么做你心里清楚吧。徐春雷纠结了许久，然后咬着牙，毅然决然地拿过了手枪。既然他们都是死亡的结局，那送他们一程也就不是我的错吧，要怪都怪西山基地的那些杂碎们。说服了自己之后，徐春雷拿着枪对着人群就扣动了扳机。由于没了心理负担，徐春雷开枪非常的果断。如果说一开始他是有些难过的，可是当开出第一枪之后，他的心中竟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砰的一声，一个村民领了盒饭，很快一梭子子弹全都打光了。虽然徐春雷的枪法很烂，但是100多米的距离，人的密度又那么大，哪怕是闭着眼睛开枪都能打死不少人。那群村民们吓得尖叫连连，有的咒骂，有的祈求，有的人试图往回跑。不过正后方的子弹更加精准，直接贯穿了每一个想逃走之人的西瓜。林峰等人就在他们的身后，逼着他们一步步靠近庇护所。林峰的目的本来是利用徐春雷和徐家镇村民的感情，好让这些炸弹能够靠近庇护所。这100个人身上就有着足够完成一次爆破的炸药量，一旦让他们靠近之后，13的能力无法主动收取人体，就失去了作用。这样的话，就可以炸开庇护所，然后冲进去取13的性命。为了完成任务，此时的林峰已经彻底扭曲，不顾一切后果。他甚至不介意把整个徐家镇村民的性命砸进去。然而，前方密集的枪声打碎了他的幻想。他们竟然连徐家镇的村民都敢，简直是畜生！全球冰封末日求生，林峰利用徐家镇的村民作为掩护，把他们做成了人肉炸弹，逼着他们一步步靠近庇护所进行爆破。然而13和徐春雷根本不会让他们靠近庇护所，开始疯狂的射击。村民们一个个倒下领了盒饭。他们竟然连徐家镇的村民都敢，简直是畜生！梁月在一旁看得非常无语。明明是你逼着他们过去当炸弹的，现在竟然有脸骂别人是畜生。在林峰看来，他嘎这些村民是为了大义，而徐春雷出手嘎自己的同宗就是禽兽不如。然而他没有想到，徐春雷出手竟然如此果断，甚至让人觉得有点个人恩怨的意思在里面了。13看到徐春雷嘎的心气，直接拿出一把突击步枪递给他，还是用这个吧，比较过瘾。徐春雷拿过步枪后，朝着他熟悉的村民们疯狂的扫射。100名身上被绑了炸药的村民，被徐春雷一个人突突了个干净。倒在地上的村民还有的没死透，毕竟徐春雷的枪法的确很垃圾。那些人仍然在苦苦挣扎，一不做二不休。徐春雷咬着牙，一个个去补刀。他甚至有些不好意思地对13说道：老大，真是抱歉，我的枪法有些烂，浪费你的子弹了。没事，就当是给你练手了。眼见着这100多人都被打了，谁也没有来得及靠近庇护所，林峰气得咬牙切齿。该死！该死啊！这已经是他最后的手段了。如果再行不通，他就只有承认这次的任务失败。西山基地的特战队被他拉出来一半，除了少数几人，其余的全部战死。而接下来，陈锡年也不可能再把剩下的一半特战队员交给他。至于普通的士兵，送过来完全是当炮灰的。兵队，我们回去吧。我们现在所有的武器弹药都消耗的差不多了，连士兵也损失殆尽，继续待在这了没有任何意义。林峰犹豫了一阵子，才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走吧，我们回徐家镇。林峰他们回到了徐家镇，众人看到被他们带走的100名村民又没有回来，心中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了。此话一出，村民们都乐开了花。太好了，这群魔鬼要走了，坏日子要结束了吗？徐东堂也是高兴的泪花都快溢出来了。哎呀，好，这段时间也是辛苦各位了。那个，需不需要我们帮忙收拾一下东西？当然需要，让他们收拾好日常能用的东西，然后准备跟我们一起回西山基地吧。对了，我指的是所有16岁以上、35岁以下的年轻人。徐东堂的笑容一下子僵硬在了脸上，便说道：营队，您这是什么意思？西山基地可不是谁想去都能去的，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是给予你们的恩赐，所以你们一定要把握住。徐东堂目瞪口呆，终于确定林峰并不是在开玩笑。营队，这些年轻人都是我们徐家镇的命根子，如果他们走了，剩下的只有一些老弱妇孺，我们可怎么活呀？林峰看了他一眼，只是那眼神充满了斥责，仿佛在看一个不懂事的孩童。末世之中，想要让所有人都活下去本身就是不现实的，你们应该要有奉献精神，让身体条件最好的人活下去，来延续你们家族的血脉。我给你们半个小时的时间收拾东西，半个小时之后所有人必须在这里集合。他的目光扫视了一眼迷茫的众人，加重语气说道：如果被我发现谁敢不听指挥，试图逃跑，一律就地处置。现场的气氛变得紧张了起来，一个青年壮着胆子在人群中喊道：那我们的家人怎么办？把他们留在这里吗？
此话一出，也是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只要16到35岁之间的青壮年，就意味着其他老弱孩童都得留下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没有青壮年去捕鱼和保护镇子的安全，他们很大概率会死在极寒之中。我们不能够离开家人，如果要带我们走的话，就全部带走。对，我们不答应。叫喊声越来越大，林峰逐渐皱起了眉头。他举起枪，砰的一声，一个村民的西瓜没了。林峰冷冰冰地对所有人说道：“这是命令，不是在征求你们的意见。非常时刻，如果你们抗拒西山基地的命令，那么结果只有一种，那就是死。”村民们的脸上表情只剩下绝望，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他们的反抗毫无意义。林峰给史大勇使了一个眼色，史大勇端着枪来到人群前面，大声喊道：“16岁到35岁之间的，包括16岁和35岁的人，只要身体完好没有残疾，全都给我回去收拾东西，其他人留在现场不准走动，不要抖机灵，也不要想趁机逃跑，一旦被我发现时敢逃跑，直接当作逃兵就地嘎掉。”半个小时后，他们集结完毕，青壮年足有400多人。当即特战队的人押送着那400多名青壮，离开了徐家镇，朝着西山基地进发。几个小时之后，林峰带着这一批人回到了西山基地，而首席秘书葛柔早就在这里等着他们的到来。林队，领袖让你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林峰板着脸点了点头，该来的东西总是要来的，他没有办法逃避，而且接下来他想要复仇的话，也必须要得到陈锡年的支持才行。史大勇和郑雪荣几个人有些紧张。队长他不会有事吧？众人的心头都清楚，这一次损失那么严重，林峰作为领队肯定难辞其咎。陈锡年是个赏罚分明的人，若是当年在军旅当中，肯定会重罚林峰。郑雪荣摇了摇头说道：“骂上一顿肯定免不了，但现在领袖需要用到林队。”史大勇觉得郑雪荣说的有道理，便也不再担心。果然如他们所料的那样，林峰来到了陈锡年的办公室，向他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这次任务的战况。得知自己最精锐的特战队阵亡了50余人之后，陈锡年气得不行。林峰，我将特战队一半的精锐交给你，结果你给我这样一份答卷吗？你知不知道那50多人想要培养出来有多困难？他们抵得上1000名普通的士兵，你就是西山基地的罪人。林峰立正站好，任由陈锡年对他责骂。等到陈锡年骂完，他缓缓跪在了地上说道：“领袖，我有罪，如果您觉得我该死的话，现在就可以处死我，但是我希望您能够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戴罪立功，不亲手干掉13，我死都不会瞑目。”陈锡年真的恨不得把他枪毙，可是想到当下的局势，他又离不开这把趁手的刀。陈锡年很快缓和下来语气，淡淡的说道：“算了，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你，暂且记下你的过错，之后看你的表现如何。要是再犯，那就数罪并罚。”陈锡年只能够选择忍下心中的火气，暂时饶恕林峰。现在他不想看到林峰，便挥手让他滚回去。禁足1个星期算是惩戒，不过一想到13，他的脑袋又开始疼了起来。是我大意了。全球冰封末日求生，陈锡年原本以为13只是一个侥幸觉醒了异能的小人物，只要他随便派一些精锐过去，就能轻而易举地拿下这个小人物。可是现实却狠狠打了他一巴掌，那个让他看不起的家伙，竟然让他承受了无比惨重的代价。这么巨大的损失，让西山基地的实力下降严重，必须赶紧补充兵员，否则将来一旦与其他势力发生冲突，这会是一个巨大的隐患。陈锡年想到这里，把葛柔给喊了过来。林峰他们从徐家镇带回来的这一批人怎么样？刚刚做过了检测，结果还没有出来。不过看他们的身体状况都非常优秀，有很大的几率产生变异者。如果异人这么容易诞生，我也不至于如此依赖那个林峰。不要再等了，我们现在急需兵力，迅速对他们进行实验。如果催化不成功的话，就植入林峰的细胞。这么仓促的话，成功率会变得更低的，他们恐怕连1/30都活不下来。没有关系，我现在需要的是战斗力，而不是劳动力。这座城市还有不少幸存者，我们随时可以补充这部分人口。必须拥有强悍的武力，才能拥有在这座城市的话语权。他的眸子里闪过一抹狠辣之色。我要的可是整个天海市，绝对不能仅仅局限于西山基地。是，我马上就去安排。等到葛柔离开之后，陈锡年开始思索怎样处理13。可是连林峰亲自带队都收拾不了他，到底要怎么办呢？难不成真的得向姓朱的求助，让他支援我一发导弹了？陈锡年的眼睛里闪过一抹挣扎的神色。对他们这个层次的人而言，人情债最是难还。江南大区的统帅欠过他一个大人情，曾经承诺过可以帮他一次忙。而江南大区作为华国6大军区之一，是拥有导弹发射的权利的。这原本是陈锡年的一个底牌，留着威慑其他势力，不到万不得已他不愿意动用。难道说现在要用在13的身上？陈锡年内心很纠结，可不用导弹的话，他就无法把这颗钉子从西山基地的势力范围内拔出。一旦某天他和其他势力产生了争斗，这颗钉子就有可能要了他的命。陈锡年思虑了良久之后，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跟13最后做一次谈判，让13归顺西山基地。如果13坚决不答应他，那么就动用这一次机会，把那座庇护所从地图上给彻底抹除。很快，在庇护所里的13就收到了陈锡年的通话请求。陈锡年，
好久不见。陈希年被直呼其名，眼神愈发的冷漠，他脸上露出皮笑肉不笑的表情，说道：“十三，的确是好久不见了，你能够坚持到现在，实在是让我很意外。”老陈，别折腾了，现在你们西山基地死了那么多精英，估计也不好过。你说你跟我作对干嘛呢？就算是你赢了又能怎么样？实话告诉你，万一我的庇护所被你攻破了，我也会把所有物资都给毁了，一点都不留给你。这场仗你不会是最后的赢家，还是放手吧，我愿意跟你和平共处。十三，你不要太自以为是，你真以为我对付不了你吗？我只是惜才，想要给你一个为我效力的机会。他伸出一根手指头，指着13说道：“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你向我投降，我可以保证你在西山基地享受优越的生活，甚至让你做2号领袖。但是你必须向我表达你的忠诚，并且交出你手中的所有物资。”哟呵，老陈，你是不是吃错药了呀？这一次是你输了，我赢了，你都拿我没有一点办法，还想让我给你当小弟，你是不是脑子瓦特了呀？这样吧，我认你当小弟，你以后就在西山基地老老实实的待着，如果出了什么事情报我的名字，哥罩着你。狂妄，你这是自寻死路。哟呵，哦，是吗？但是你好像没有这个能力送我去死。13针锋相对的回答道，眼睛直勾勾盯着陈希年，寸步不让。你真以为我拿你没办法吗？告诉你，我可以调动导弹去轰炸你的庇护所，就算你的庇护所再牢固，难道挡得住导弹的轰炸吗？哼，别唬我，天海市从来就没有导弹基地，也没人有调动导弹的权限。你不是大军区的领袖。我的确不是大军区的领袖，但是不代表我搞不来那东西。你不过是区区一个普通人，哪里知道我们这个层级的复杂关系？不要怀疑，只要我愿意，夷平你的庇护所只是片刻之间的事情而已。如果你真的可以做到，为什么之前不直接用，非得等到现在？我说过了，我爱惜你的才能，希望给你一个机会。13，你可千万不要自误，毕竟我的耐心已经快要被你消磨干净了。要么归顺于我，要么死，你选一条路吧。你当老子是吓大的呀？你真的可以调动导弹的话，那你试一试给我看喽，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本事，我就跟你混了，那也不算丢人。这种东西现在你知道多重要吗？怎么可能实验给你看？13，你不要再给我耍花招。我说过，我已经没有耐心了。13突然之间感觉眼前的这个老东西不像是在撒谎，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说道：“你给我几天时间考虑一下吧。”13的语气软了下来，这让陈希年心中有些得意，他认为自己终于威吓到了13，心里面那点尊严也被重新找回。13，你不要耍滑头，拖延时间没有任何意义。你们那么长时间都等了，还差这2-3天吗？我只给你1天的时间，1天之后，如果你不归顺，我就夷平你的庇护所。说完之后，陈希年直接切断了视频通话。但愿那个家伙识相点，对我投降。我真的不希望在他身上浪费这难能可贵的一次机会啊。而庇护所这边，13也在想着如何面对接下来的方法。只有1天的时间是吗？我惹不起，难道还赌不起吗？虽然这座庇护所非常完美，13也很喜欢，但是为了活命，13也是可以舍弃这里的。13把家里面所有人都召集了过来，向他们说明了这件事情。听到可能会面临导弹袭击，所有人的心里都产生了紧张的情绪。他的手里真的有那种东西吗？如果他真的有，应该早使用了吧？不可能等到现在都损兵折将了才拿出来。他的手里虽然没有，但是天海市最近的精灵可是驻扎着江南大军区，他们必定有控制导弹的权限。陈希年在天海市的地位不低，说他有手段搞来那玩意，也不是没有可能。最关键的是，不管他说的是真还是假，我不可能拿咱们的生命去冒险，所以大家赶快收拾东西，我们跑路。我们是不是要回岳麓小区？没错，就是那里，我们先搬过去再说。全球冰封末日求生，陈希年准备用导弹炸毁13的庇护所，干掉13。可他并不知道13这个老六早已带着其他人离开了庇护所，来到了以前居住的岳麓小区。陈希年给了131天的考虑时间一到，便来询问13考虑的结果。13， 1天时间已经过去了，你的答案是什么？我的答案没有变过，想让我臣服，不可能。好，这可是你自找的，那就等着跟你那栋庇护所一块毁灭吧。说完之后，陈希年这一次也懒得废话了，直接结束了通话。13的脸上表情非常平静，可是他心中却也明白，陈希年不打算再跟他谈，就意味着那所谓的导弹很大可能是真的。就这么着吧，那座庇护所放弃了也就放弃了，反正活着就行。就在他打算放弃庇护所的时候，他收到了梁月的消息。13，我按照你的方法给西山基地网络植入了木马，接下来希望你能够遵守你的承诺，帮助我们逃离这个地方。没问题，接下来就交给我吧。13二话不说，直接来到陆可然和杨欣欣的房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杨欣欣。
星星，好消息，咱们的计划成了。杨星星眼睛里满是兴奋之色。作为一个世界顶级的天才黑客，能够黑入一个安全级别相当高的庇护所，对他而言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好，我马上开始工作。杨星星拿出电脑，对着键盘一顿操作猛撸。没过多久之后，杨星星的双手停留在了键盘前面，他骄傲地对13说道：“哥哥，西山基地的网络已经被我彻底掌握了。”这么快，你开飞机了？如果不是因为他们使用了独立网络，而是接入公共网络的话，我早就突破他们的安全防护系统了。我需要的只是一把打开那扇门的钥匙。单单就技术层面而言，他们那些技术员拿什么跟我比？说的也是，能够进入信息部工作的人未必是技术最好的。我们的入侵会被发现吗？而且，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他们网络里面所有的信息？现在我掌握了西山基地网络的最高控制权限，等于是用上帝视角俯视他们。他们的一切操作都会被我们观察到，但是他们却无法发现我们的存在。太好了，这下子我们就能知道他们所有的老底。快看看所有关于导弹发射的情报，我倒要看看陈锡年那个老东西是不是唬人的。13如今最关心的还是这件事情。杨星星手指在键盘上飞舞，很快就把13想要得到的情报都调取了出来。根据对西山基地的调查，他们并没有调动导弹的权限。杨星星这个回答让13的心里面稍微松了一口气，不过很快他又询问道：“那他们有没有可能请求外援呢？比如说从其他大军区申请调动？”杨星星立刻开始检索西山基地对外的通话记录，视频通话记录来自西山基地的领袖陈锡年，而通话的对象则是在天海市数百公里之外的精灵。老朱，我想请你帮个忙，帮我用导弹攻击天海市的一个单位。老陈，你可要想好了，我欠你的人情只能够用一次。我知道这件事情我能做出判断，回头我会让下面的部门将坐标发给你们，时间的话就定在明天晚上12点好了。哈哈哈，没问题。13听完这段对话之后，心中也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急忙对杨星星说道：“快看看他们有没有把庇护所的坐标发过去。”杨星星没有说话，手上的动作非常迅速，很快他的脸上就露出了笑容。哥哥，真是好运气，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发送坐标呢。13心中松了一口气。末世来临之后，由于大部分基站被毁，实际上普通人和单位都无法掌握精准的坐标系统，所以西山基地想要获得13那座庇护所的精准目标，还需要经过多次的核对。就在这个时候，杨星星望向他，忽然露出一个小恶魔般的笑容。哥哥，我们要不要玩一个有趣的游戏？游戏？什么有趣的游戏？当13看到杨星星露出这种笑容的时候，就知道有人要倒霉了。别看他双腿瘫痪，但是大脑的灵活程度是普通人10倍都不止。在庇护所里，除了13，其他人都被他玩得团团转。杨星星眯起眼睛，微笑着对13说道：“干脆我们把导弹袭击的坐标改成西山基地吧，让他们自己炸自己，这多有意思啊！”我操，可以做到吗？如果我们自行修改坐标的话，会不会被他们发现？他们不至于蠢到连自己家的坐标都认不出来吧？重要的不是他们发送的坐标是什么，而是对方接收到的坐标是什么。我可以屏蔽他们发送的消息，然后以他们的计算机发送西山基地的坐标。那简直是太棒了！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还有比这种感觉更爽的吗？13摸着下巴自言自语道：“可是西山基地没有那么容易被摧毁吧？”想到这里，他看向了陆可然，便开口问道：“可然，你来帮我分析一下，以西山基地的构造来看，能否承受得住大当量导弹的攻击？”杨星星调出了整座基地的结构图，看完之后，陆可然都不禁皱起了眉头。大哥，我说一句实话，这座避难所的构造非常坚固，并且深埋于地下100多米。别说导弹了，即便是核打击，只要不是在核爆中心都能够抵御，但是一发就将其破坏的话就很不实际了。毕竟这种防御工事本身就是为了战争时期而准备的，可没有那么容易被毁掉。13皱起眉头，他开始思索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过一时间，13自己也拿不定主意。他对杨星星说道：“星星，就按照你说的，更改他们的坐标。不管如何，让那发源定射向庇护所的导弹射向西山基地，这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另外，帮我整理一下西山基地的资料，我回头要仔细看一看。”好的，哥哥。说完，13双手插兜，一脸严肃地从他们的房间走了出去。陆可然好奇地问杨星星：“大哥在想什么呢？现在问题不是都解决了吗？”杨星星微微蹙眉，思索了一阵子之后，也是缓缓摇了摇头：“我也猜不到。”哎，你那么聪明，都猜不出来吗？我觉得哥哥他可能想要趁这个机会对西山基地发起攻击，可是以哥哥他谨慎的性格，怎么可能会去冒险啊？陆可然想到13一直以来稳健的性格，也是不由点了点头。说的也是，比起主动进攻，
大哥他更喜欢先保护好自己。全球冰封末日求生，13在思索着要不要攻打西山基地。通过杨星星获得的情报来看，当前阶段西山基地具有普通士兵512名，各个武器精良，变异改造人13名。除此之外，真正战斗力的巅峰就是1人队长，不包括梁月的话，现存的还有6人。当13看完了西山基地的1人情报，13不禁陷入了沉思当中，满打满算，他这边的战斗力有他、徐春雷、保安大叔和花花，对方是6名1人，而且看情报图，个个都拥有相当强的战斗力。一旁的陆可然看到13沉思的样子，笑嘻嘻的提议道：“大哥，如果你拿不定主意的话，为什么不和大家一起商量商量？”杨星星不以为然的笑了笑，说道：“要商量也是跟我们一起，和他们能商量出个什么来？俗话说得好，3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万一他们也有好的主意，可以让你找到灵感呢。”13略微一思索，脸上露出笑容来。说的没错，实际上我也正有这个打算。走吧，我们出去开会。13把安全屋里的所有人都喊到了客厅里面，当着众人的面，他说出了自己的打算。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难得的机会，一举把西山基地给断掉。我想大家都明白，西山基地已经同我们势同水火，在这片土地上只有一方可以存在。我13不是一个爱争强好胜的人，但是我也不会任由别人欺负。这一次我是一定要跟他们打的，不过我一个人难以成事，因此需要你们的力量，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听到13说要和西山基地开战，整个屋子里人人脸上的表情各异，有的兴奋，有的陷入沉思，有的担忧。13把大家的表情尽收眼底，不过其他人的意见对13而言不重要，他只想听听徐春雷和保安大叔的想法，毕竟这2人才是最关键的战斗力。保安大叔，我们这里你年纪最大，你先说一下看法吧。保安大叔闻言点了点头，慎重地说道：“西山基地在云雀庄园损失惨重，现如今跟他们和解是没有可能的了。与其坐以待毙，倒不如主动出击。这一次我们找到了好机会，能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给他们制造混乱。我觉得应该把握住这个机会才对。”保安大叔和13相视一笑，13的心中对保安大叔非常的信任，知道他一定会站在自己这一边，毕竟他可是一个讲道义的人，有恩必报。13看向徐春雷说道：“徐春雷，你呢？”相比起保安大叔，徐春雷就有些犹豫了。他的性格一向胆小如鼠，做事情也瞻前顾后，听到要跟西山基地开战，不由得内心惶恐不安。我们能打得赢他们吗？对方可是有好多1人，还有军队，武器也比我们更多。这一点你不需要操心，我们在1人的层面上不会比对方少。至于普通的士兵嘛，我会解决，你应该知道我的手段吧。13看着这个懦弱的徐春雷，真想给他一拳。13觉得他已经够稳健了，没想到还有比他更狗的人。而且你别忘了，徐家镇有多少人是死在他们手里的，你就不想为乡亲们报仇吗？其实也还好，反正村里那些人我也不是很熟。13突然变了脸色，像极了一个恶魔。徐春雷害怕极了，比起西山基地来，他更怕13。没等到13在说什么，他笑眯眯地说道：“不过老大，既然你要打，我跟你一起打便是了。”啊，你这么快就想开了？跟着老大混，有吃有喝的，什么都不用愁。万一你有个3长2短，我一个人在这末世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做人嘛，重要的是选对平台。我决定赌上一把。虽然徐春雷他怂是怂了一点，但最起码不傻。他也知道跟着13混必须得出力，否则人家凭什么收留你？13笑着点了点头说道：“那好，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决定了，跟西山基地干了。”保安大叔和徐春雷点了点头说道：“干就完了。”其他几个女人从始至终都没发表什么看法。杨欣欣和陆可然这个年纪的少女，自然是支持13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去西山基地复仇。至于周海美、周可儿以及杨幂，他们的心中稍微有些担心，但13都拿定主意的事情，他们也只有支持了。老大，这次行动你可一定得计划好啊！放心好了，我也不想让自己这么早挂掉。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作战会议，我得给你们介绍一下即将面对的对手以及我的计划。这方面我可以帮上一些忙，毕竟当初在部队里面的时候，我也接受过专业化的军事训练。那就这么定了。说完13看向杨欣欣说道：“欣欣，你先给保安大叔和徐春雷介绍一下西山基地的基本情况，就是我刚刚看过的那些东西，让他们了解一下。”好的，那你们2位请跟我来吧。杨欣欣带着2人过去了解西山基地的各种情报，而13则是来到一旁，掏出手机联络梁月。谢谢你帮我们解决了一个麻烦，我将兑现承诺，帮助你们离开。请于明天晚上12点之前躲在足够安全的地方，届时自然有机会让你们逃走，我们会在外面接应，请你们尽快逃出来。你会带人来接应我们吗？太好了，我一定准时过去。不过你有什么计划可以告诉我，方便我和你打配合。西山基地的网络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你不需要担心通信安全问题。总之明天晚上12点西山基地会有变动，具体情况你到时候就明白了。至于到时候需要你做什么，我们会通知你。详细的作战方案13没有告诉梁月，梁月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未必会同意，所以出于安全起见，13不打算把计划和盘托出。
那好吧，我们会在12点之前找个安全的位置藏好，然后等着你们过来会合。13说完收起手机，回到了杨欣欣的屋子里，跟徐春雷与保安大叔商议之后的作战计划去了。距离明天晚上12点的导弹攻击还有31个小时。杨欣欣已经修改了西山基地发送出去的坐标，将西山基地的位置坐标替换了庇护所的坐标，所以不出意外的话，导弹一定会降落在西山基地。根据陆可然的计算，这种导弹想要摧毁深埋地下上百米的西山基地不可能，但引发强烈的震动，造成8级地震程度的影响还是没问题的。到时候，欣欣你就控制西山基地的网络，切断他们的电源。西山基地的主要能源就是电力，一旦切断了电源，整个西山基地将会陷入暂时的瘫痪，势必引起巨大的恐慌。虽然我可以通过网络控制断电，但是西山基地内部还有手动操作的方案可以用来恢复电力系统运作。没有关系，只需要造成短时间的混乱就足够了。到时候，梁月会带着他的学生们从西山基地逃出来，有了梁月带头，那么整个西山基地被俘虏的人都会被带动，被压迫已久的那些人必定会试图夺取西山基地的控制权，里面的数千人将会造成更大规模的混乱。到时候，我们的机会就来了。可是那样的话，梁老师他们不是会面临很大的危险吗？通常最开始发起动乱的人都要直接面对镇压的士兵。想要获得自由呢，就必须要有牺牲，他们自己心里面应该也明白这一点，而且有梁月保护着他们，应该不会死太多。到时候我们就趁乱嘎进去。全球冰封末日求生，陈希年准备用导弹炸13的庇护所，可是陈希年不知道13这个老六把导弹的坐标改成他们西山基地。就在这个时候，西山基地的信息部雷达检测到了一个不明物体正在朝这里急速飞来。这是什么东西？是导弹，从金陵飞过来的。他们想干什么？快上报！当他们检测到的时候，已经太迟了。西山基地的防空雷达检测范围只有200公里，而导弹的速度没有留给他们反应的时间。雪地车里面的13看到天边一道亮光起来，然后如同流星般坠落，落点正是西山的方向。13、徐春雷和保安大叔3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导弹落向西山基地的那一刻，瞬间爆炸了，地动山摇，引发强烈的震动，造成了8级地震的程度。13在车子里面，隔着数公里远，却能够清楚地感觉到汽车的剧烈震动，仿佛一艘暴风雨中的小船不住地摇晃，给人一种要翻车的错觉。太好了，成功了！13兴奋地大吼了一声，然后拿出手机给杨欣欣发去消息。欣欣，按照计划行事。安全屋中，杨欣欣冷静地说道：好的，13哥哥，明白。杨欣欣对着电脑键盘一顿操作猛撸。此时的西山基地内部如同经历了一场大地震般混乱不堪，突如其来的导弹来袭，谁都没有过防备。而杨欣欣则是通过网络入侵，控制西山基地的系统切断了电源，整个西山基地陷入了一片漆黑当中，失去电力的维持，一切系统都无法运转。惊恐的叫声充斥了整个基地。陈希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脸懵逼，气愤地大吼道：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情了？为什么会这样？此时信息部的电话才打过来。领袖，我们遭到了导弹袭击。什么？导弹袭击？哪来的导弹？陈希年刚想骂街，忽然之间他想到了什么。难道说是朱正那个王八蛋坑了我？此时陈希年不知道是自己基地的网络被13的人入侵了，还以为自己被朱正给整了。可是当务之急不是骂街，而是尽快让西山基地恢复秩序。他当即挨个负责人寻找，给他们委派任务。陈希年分配好任务后，对林峰说道：林峰，你赶紧纠集特战队过来保护我们的安全，还要注意那些被我们抓过来的俘虏，别让他们闹事，派兵过去严防死守，一旦有人趁乱闹事，就地嘎掉。另外，让工程师去把电力设备修好。在基地外守卫的士兵一个个无比慌乱，赶紧拿出通讯装置想要联系指挥中心，可是下面的电源都被杨欣欣切断了，到处一片混乱，他们谁也联系不到。就在这个时候，从远方驶来了一辆雪地车，靠近基地入口之后，3个人引冲了出来。13举起手中的枪疯狂射击，仅仅半分钟之后，入口处所有防卫的士兵就被嘎光了。现在就看梁月的了。此时另一边的梁月趁着西山基地混乱，把他的学生救了出来，10几名学生跟在他的身后，寸步都没敢远离。前面就是出口了，快跟上！就在这个时候，在他们面前出现了30多名全副武装、面若冰霜的特战队员。领袖英明，他就知道肯定有人打算趁乱逃走，只不过你们以为之前就没有人想逃出去吗？你们不是第一批，也不会是最后一批，但是你们的结果会是一样的，最终都会变成口粮。听到口粮2字，学生们的脸色变得害怕极了。可这样的阵仗挡在前面，他们还怎么逃出去？明明马上就要到出口了，他们的希望却被硬生生的击碎，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痛苦了。葛柔搭着胳膊，一脸冷傲地俯视着众人，身后30名全副武装的战士荷枪实弹地瞄准了这些学生，求生的通路也被彻底堵死了。梁月的心中一片冰凉，近乎陷入了绝望之中。虽然以他的实力，单人突破不成问题，可是想要带着这10几名学生一块逃跑，显然不切实际。一旦发生冲突，密集的火力网就会把他的学生们撕碎。
葛柔冷冷看着梁月说道：“你何必为了这些没用的试验品搭上自己的性命呢？西山基地不允许背叛。”等一等，或许我们还可以谈谈。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即便你是个潜力无限的艺人，可是叛徒就是叛徒，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死。可是就在此刻，突然一个特种兵的西瓜没了，来的此人正是13，手持狙击枪开始挨个嘎掉。葛柔吓得花容失色，他尖叫着躲到一旁，然后命令士兵们赶紧还击。一时间，枪林弹雨交织成密集的火力网，覆盖了狭长的通道。而梁月也是赶紧让学生们趴下来，靠着墙躲好，他自己则是拔出唐刀，冲上去与那些士兵近身搏杀。梁月知道是13他们的支援过来了，有了支援，梁月的心中信心大增。三方势力在狭长的通道当中展开激战。13的次元之门一开，他们只能够单方面的挨打。近身作战，他们又挡不住梁月那把犀利的唐刀。几十秒钟的战斗结束之后，所有特种兵领了盒饭。13，谢谢你的支援。不客气，这是你应得的，快带着他们离开吧，迟则生变。梁月点了点头，赶忙把惊魂未定的学生们喊过来。往前走的时候，他看到了蜷缩在墙角的葛柔，这个之前高高在上的女秘书，此时恨不得把自己团成一个球，尽量的隐匿起行踪。梁月死死盯着他说道：“葛柔，就是你把我的学生一个个带向地狱的，对吗？”葛柔的脸上写满了恐惧，这个漂亮高傲的女人，此时竟然因为畏惧死亡而当场吓尿了。不，我只是一个秘书而已，这都是领袖的命令，你不要嘎我。梁月面对葛柔的求饶，她二话不说，一刀把可西瓜切了。13，谢谢你们如约前来接应我们。入口处的守卫已经被我们清理干净了，现在你的学生可以先行离开。梁月和学生们闻言，不由得露出惊讶之色，那些学生更是一脸的惶恐不安。你们不跟我们一块离开吗？放心好了，现在他们可没有功夫去追你们。不过，如果我们就这么逃走，我相信他们平定了这边的动乱，一定会追过来。梁老师，这一点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就这么想逃离西山基地，完全是不现实的。尤其是现在，你已经嘎掉了他们那么多人的情况下。梁月犹豫的想了想，心中明白13说的是对的。自从决定和西山基地决裂之后，他就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13，你打算怎么做？很简单，就干脆趁这个机会来个一了百了，从内部把西山基地给炸毁，这样你我以后都不会有后顾之忧了。毁掉整个西山基地吗？梁月的心中微微有些不忍，因为在这基地当中还有数千人存活，要是毁了西山基地，岂不是要让他们都去死？可13说的有道理，西山基地不被消灭，他和学生们早晚都会迎来报复。他们不是13，拥有强大的能力与西山基地做对抗。思索了片刻之后，梁月下定了决心。好，我帮你。全球冰封末日求生，13准备一锅端了西山基地，在各个地方安装了炸药。梁月见状，有些焦急地对13说道：13，这里的建筑非常坚固，一般的炸药是没用的。我知道，这些炸药也不是一般的炸药。梁月看着那些炸药，觉得有些眼熟，仔细一看，才认出来那是之前林峰用来进攻13庇护所的炸药。这炸药你还留着呢？当然了，我13从来不浪费一粒米饭，现在就让他们自己品尝一下自己的炸药吧。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几名荷枪实弹的特种兵，发现了13他们。你们是谁？鬼鬼祟祟的在这里干嘛？由于黑灯瞎火的，他们看不清楚13的面貌，一时间没有认出13来。作为一名特种兵，敏锐的洞察力让他们发现了这几个人的不对劲，尤其是13的脚边竟然还跟着一只花猫。西山基地从没听说有谁养猫的，过去曾有过，但后来都成了食物。没等他们反应过来，13举起枪，一枪送走了一个特种兵，领了盒饭。他们不是我们西山基地的人，快还击！他们举起手中的枪，对准了13几人，开始了疯狂的射击。13打开次元之门，子弹全都没入了异空间之中。终于，人群中有人认出了13的能力。空间异能，他是13，不许开枪，全部散开。可是已经来不及了，13露出恶魔般的笑容，被异空间吸收的那些子弹，骤然之间全部爆射了回去。那些士兵全部领了盒饭。就在这个时候，西山基地的电力系统恢复了。不好，电力系统恢复了！快，离开这里，我们无法趁乱行事了。一行人迅速的逃离，然而特战队已经包围了过来。13来到西山基地的消息传入了陈希年的耳中，当即陈希年就下达了死命令，一定要把13给留下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该死的13，这次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我倒要看看，没有了那一层乌龟壳的保护，你还拿什么跟我斗？陈希年的房间里，备用电源已经发动了，旁边几名禁卫手持武器，谨慎的保护着他的安全。而另一边，林峰带队怒气冲冲的要去找13报仇。13，这一次我看你还怎么逃！
林峰的眼睛里面布满了杀气，新仇旧恨。这一次他要一次性和13清算干净。可这个时候，他们发现了大量的炸弹，这种炸弹炸不毁墙壁，却能炸死人，以及消耗内部的氧气，让人窒息而死。赶紧安排排爆专家进行清除。林峰只是留下了这么一句话，就大踏步朝着外面追过去。眼下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是比嘎掉13更重要的事情了。此时13被重重包围，特种兵集中火力对着13疯狂射击。13展开次元之门，将他们的枪火攻击吸收干净，然后反击回去，嘎了不少士兵。13，让我来吧。保安大叔发动了自己的异能，身体迅速变成一个2米多高的巨人，他一马当先，朝着拦路的士兵们就冲了过去，任由他们手中的子弹打在身上，发出乒乒乓乓的声响，却难以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保安大叔如同人形坦克一个冲撞，就把在前方骚扰他们的10几名士兵全部干掉。13准备逃离这里，就在这个时候，林峰带着几个艺人拦截了13。13，现在我看你还能往哪逃？这里可没有庇护所让你藏起来。林峰的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微笑，杀机森然，还有一丝要复仇的兴奋。林峰啊，冤冤相报何时了？13说话的时候，取出了一个引爆器，然后用力按了好多下。林峰见状，顿时感觉到一股不安的情绪从内心升起，仿佛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13，你手里那是什么东西？几秒钟之后，林峰身后忽然传来了一声沉闷的爆鸣，大地产生了剧烈的震动，地面一道火焰喷涌而出，一时间，所有人都被滚烫的气浪掀飞了出去。林峰和史大勇、许明杰还好，他们的异能是强化体魄的，硬扛这种冲击也没有太大伤害。可是郑雪荣、叶荣华几个人就有些难受了，气血翻涌，甚至身体最弱的叶荣华吐出一大口鲜血。13和徐春雷、保安大叔3个人对视了一眼，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13，你到底做了什么？你还记不记得当初你们去进攻我的庇护所时，曾经留下过一捆炸药，我又添加了一部分，全都还给了你们。事实证明，你们的炸药质量真的很不错。如果不是有林峰的赠予，光靠13自己去搜索化工材料，制造如此高当量的炸药，还真有些麻烦。林峰回头看了一眼被烧焦的通道，内心一片冰凉。他们的基地就这么被毁掉了吗？而且用的还是他们自己送出去的炸药。他有回去救人的冲动，但是理智让他硬生生控制住了自己的双腿。好，我先嘎了你，再回去救人也不迟。且慢，林峰，我们真的打起来，谁死谁活可不一定。你一定要让大家全都死在这里吗？而且你也用不着那么苦大仇深的。当初是你们的人先去入侵我的地盘，少拿什么报仇说事。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这种话有意思吗？今天这里只能有一方活着，要么你嘎了我，要么我就得嘎了你。这么说来，你的目的只是嘎掉我，对吧？林峰不知道13突然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不想给13拖延时间的机会。不错，今天你就必须得死在这儿，别废话了。既然你只是想要我的性命，那我认为咱们没有必要拿兄弟的命来当赌注。林峰，我们俩的恩怨就1对1来解决，你敢不敢？此话一出，现场所有人的目光都变得格外惊讶。梁月不敢相信地望着13，惊讶地说道：“13，你疯了？你不知道他的实力有多强吗？13没有搭理梁月，只是盯着林峰说道：“我们10几个人打起来，哪怕你们能赢，也会死伤惨重。干脆就由我们俩1对1打一场，反正你要嘎的人也只有我而已。要是我赢了，就让我们走。从今以后不许追究过去的恩怨。我输了的话，随便你怎么处置。”当时，徐春雷和保安大叔都觉得13是疯了，因为根据资料来看，林峰几乎就是完美的战士，插上翅膀就能硬刚战斗机，背上氧气瓶可以干航母的那种。老大，你是不是疯了？我这么做自然有我的道理，你们到时候拖住其他人就行了。林峰，你敢不敢跟我单挑？林峰等人听了13的话，都觉得这个小子一定是疯了。他们看过13的资料，这只不过是一个曾经的仓库管理员罢了，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而林峰可是特种部队的王牌，如今更是顶级的艺人。说一句不夸张的话，他一个人打特战队，其他所有艺人在体力耗尽之前都不会落入下风。郑雪荣对林峰说道：“林队，这个小子肯定有阴谋，别答应他，我们直接跟他们拼了。”林峰经过思索之后，他们在情报这方面落后于13等人太多，真要是打起了混战，他有信心可以获胜，但就怕赢了也是惨胜。如果连身边这些兄弟也战死，他将无法原谅自己。1对1，好，我就跟你1对1。全球冰封末日求生，13决定和西山基地的林峰决一死战，1对1单挑。郑雪荣见状开口说道：“林队，小心有诈！13这小子坏得很，一定有什么阴谋诡计。”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阴谋诡计都毫无意义。如果他没有提前准备，这岂不就是一场单方面的虐菜吗？别人的能力林峰不了解，可是对13的能力，林峰却认为自己了解了起码8成，无非就是吸收物理攻击，并且反弹，
那么只要在13没有张开次元之门的方向快攻，就赢定了。两个人约定，就在不远处的一座山谷之中1对1决斗，而其他人全都不允许干预，直到双方其中一人阵亡，决斗才算结束。只不过郑雪荣等人的脸上明显更加的自信，对于林峰的实力，他们比谁都要清楚。他们无比笃定地认为，1对1的战斗，林峰绝对没有输的可能性。而徐春雷几个人的脸上却稍微有些紧张。13当初说的是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选择跟对方进行1对1的计划。而13到底有没有把握战胜林峰，他们心里完全没有底。毕竟，就连他们对13的能力也不是完全了解。郑雪荣看着强装镇定的徐春雷几个人，嘴角忽然露出了一抹嘲讽的笑容。他忽然说道：“对了，反正我们双方的领头人已经在决斗了，我不妨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你们知不知道，有一部分异人是具有吞噬他人力量的能力的？”徐春雷几人满脸错愕，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毕竟他们所经历过的异能者战斗都寥寥无几。郑雪荣一脸得意地说道：“看来你们不知道，那我就免费告诉你们一个情报吧。有极少数强大的异人具备这种能力，可以吞噬比自己弱者的异能，来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我们队长在对外征伐的过程当中，以一人之力亲手嘎掉过3名敌对势力的异人，并掠夺了他们的力量，所以他的异能比任何人都要强大。那个叫13的家伙死定了，他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保安大叔几人的脸色都不由变得紧张了起来，就连梁月心中也是暗暗担忧。然而事情发展到现在，他们也没有别的选择。徐春雷却咬着牙，突然开口反驳说道：“不会的，老大他是不会输的。”哟呵，你凭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老大可是非常怕死的，他绝对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这算什么理由？你就在这里看着好了，待会我们林队一定会拎着他的西瓜走出来。山谷之中，两个人之间隔着10几米远的距离，毕竟大家都知道13并不擅长近战。13看着远处杀机毕露的林峰，忽然叹了口气说道：“不打行不行啊？要知道，我可不是一个武斗派，我的异能更偏向于辅助。”你别啰嗦了行不行？拖延时间没有任何意义，也改变不了你被嘎的结局。见到计谋被识破，13悻悻地捏了捏拳头说道：“希望你遵守诺言，如果我死了的话，放过我的朋友们，他们都是无辜的。”林峰深吸了一口气，点了点头说道：“我可以向你保证，不会伤害他们。”还有我的那只猫，你们不要吃它，就把它放生好了，或许我的朋友也会抚养它。你是个男妈妈，真够啰嗦的。好了，来战吧。林峰不想再听13的啰嗦，快速地朝着13冲了过去。13打开次元之门，可是忽然之间，林峰的面前竟然凭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物体，朝着他的脑袋就砸了过来。那是一辆巨大的重型卡车。林峰心中一惊，迅速地往旁边闪去。他的异能还有投掷物体的能力吗？林峰见识过次元之门反弹攻击的能力，但还是头一回见到他投掷出物体。但是林峰毫不在意，因为这种攻击不过是小打小闹，完全无法对他造成影响。可是这仅仅是开始而已。一辆卡车出现之后，后续还有更多的东西被投掷了出来，这些都是13闲来无事收集来的，本打算遇到合适的机会使用，不过现在却成了用来砸人的武器。林峰的速度非常快，可是13的次元之门投掷出来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让他无暇进行躲避。林峰拿出一把战刀，面对面前的一辆汽车，他怒吼一声，一刀就砍了过去。那辆重达1吨的小汽车直接就被他劈成2半。好的，咱们继续。13的眸子里闪过兴奋的神色，他的次元之门如今展开范围非常巨大，所以各种杂物如同从垃圾车里倒垃圾一样，不停地往外倒。林峰的近战能力极为强大，却并没有放出异能，更没有大范围的清场能力，所以这些杂物让他不胜其烦。可笑，你以为这些东西能对我造成伤害吗？林峰说完，顺手将面前倾泻过来的大量杂物都给劈开。13见状便一脸得意地说道：“哟呵，既然如此，那你躲什么？”林峰嘴上说着不在乎，可却担心13有什么阴谋，因此在竭力地躲避着这些杂物，选择迂回的方式朝着13靠近。可是由于13也是火力全开，他又受到各种不明杂物的干扰，导致他根本无法拉近与13之间的距离。你和个牛马一样，我就不信你的东西没有扔完的时候。林峰的眸光冰冷，因为次元之门的存在，他无法使用枪械，必须绕过次元之门，与13近身搏杀。只要让他靠近13 2米之外，他就可以在一瞬间终结掉13的性命。13不再说话，而是控制着异空间继续扔出大量的杂物拦路。前面的几样东西还好，林峰劈手就能斩断，可是那些五颜六色的黑丝却让他有些头疼。这些东西被13丢出来之后，就随风到处飞舞，影响了林峰的视线。以柔克刚，他虽然能够一拳打碎数吨重的卡车，却拿这种轻飘飘的黑丝毫无办法。小丑行为，我就不信你的东西扔不完。这种行为在他看来，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完全是13在拖延时间的战术。林峰咬牙切齿，对着黑丝一顿撕扯，根本撕扯不断。这时候又是一大堆的铁皮桶朝着林峰扔了过来。林峰看到那些铁皮桶，隐约察觉到有些不妙。如果里面是汽油什么的东西，不光会影响他的视线，还会给13点火的机会，所以他急忙的闪身躲避。而正如他所料，13扔出来的那些铁皮桶里面装的全都是汽油，几十桶汽油从半空落下。林峰竭力的躲避，但还是被一些汽油溅射到了身上。
不光是他身上，他周围的雪地里面也被汽油给浸润了一遍。阴险的小子，敢不敢光明正大的单挑？林峰咬牙切齿地骂道。13取出手枪，朝着林峰脚下的地面就开了一枪，汹涌的火焰立刻窜起来老高，覆盖住了林峰所在的一大片区域。火焰之中，林峰看了一眼身上燃烧的火焰，非常淡定，甚至都懒得用手去灭。这种火焰伤不到他，唯一麻烦的就是火光滔天，他捕捉不到13的位置。这种拖延时间的战术，你又能使用到什么时候？林峰觉得13的做法太过愚蠢，没有办法造成实质性伤害的战术都是毫无意义的。13，或许你是个防御领域的天才，但是在进攻这方面，你实在是只剩下小丑行为了。全球冰封末日求生，13这个老六和林峰单挑不讲武德，使用各种老六手段，用火烧，用火车砸。林峰气得直骂娘。13，你敢不敢光明正大的单挑，就只知道用这种歪门邪道的手段，你和个牛马有什么区别？我就不，林峰，你有本事过来弄死我呀！林峰对13这种歪门邪道的进攻不屑一顾。13新一轮的进攻又开始了，这一次出现在他头顶的同样是几十个铁桶，只不过里面装的不是汽油，而是一些胶水。这是什么东西？林峰心里面感觉不妙，他迅速的朝周围躲闪，避免再被溅射到身上。胶水飞溅的到处都是，即便林峰的身手敏捷，可是面对无处不在的胶水液体，他也很难躲开，身上沾染了不少这玩意。这是强力胶水，13你个卑鄙小人！林峰被胶水粘住，动弹不得。13开始新一轮的进攻，几十个铁桶朝着林峰砸来，铁桶里面是大量细碎的粉末，并非是火药，也并非是毒药。这时候，一股大海的味道蔓延开来，可是林峰闻到这个味道之后，眼睛里却露出了强烈的恐惧，他赶紧捂住了自己的口鼻，不让自己呼吸。13望着林峰，淡淡的说道：“每个人都有弱点，没有谁是无敌的存在，就好像是号称无敌的林峰队长，刀枪不入，却也会对海鲜过敏一样。”13对西山基地每一个人的资料都了如指掌，林峰的弱点就是他对海鲜过敏，过敏反应是足以致命的，如果没有办法及时送医的话，会死。这是我用30多种海鲜磨成的粉，保证有一款可以让你的过敏反应达到最佳效果。林峰大队长，效果包你满意。这时候13打开音响跳起来舞，对着林峰疯狂嘲讽。오빤 강남스타일 강남스타일 林峰气得不行，挣脱胶水朝着13就追了过去。见到他追过来，13二话不说，拔腿就跑，反正只要拖下去，林峰早晚会垮掉。13压根不需要着急，林峰屏住呼吸，不让自己吸入这些海鲜气体，对着13开始猛烈的追赶。来追我呀，追到我就给你嘿嘿嘿。可是人总不可能一直不呼吸，他的内心非常震惊，想不明白13是怎么知道他海鲜过敏的。可是他不甘心就这么输给13。13，你卑鄙无耻，让我抓到你就死定了。两个人追逐了半个小时后，林峰捂着自己的脖子，最终无力地瘫倒在了地上，再也没有起来。13站在距离他30米开外的地方，看到这一幕之后说道：“是真的死了，还是在装死呢？不管你死没死，我都要给你补一枪。”13掏出 98K， 对准林峰的西瓜就来了一枪。看样子是真的死了，就算要演戏，也不至于演到这种地步。13朝着林峰的髡体走了过去，手放在了他的身体上。很快，那种久违的感觉再次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沿着手掌传入他的身体，那种奇妙的感觉让他无比的畅快，甚至比和周可儿、杨幂交流感情的时候还要愉悦。爽，实在是太爽了。13吸收完林峰的力量后，获得了新的能力。他看向前面的一辆车，下意识释放了自己的异能，瞬间把那辆车切成2半。这是新能力。13这才意识到自己因为吸收了林峰的力量，又开发出了新的能力。这不是神威吗？空间切割。13瞬间想好了这种能力的名字，他的内心狂喜，有了这种新的能力，终于弥补了他攻击方面的空缺。只不过神威的消耗有些大，只是用了1次，感觉身体都被掏空了小半，大概可以连续使用3次。攻击范围的话，应该在300米左右，不适合远距离偷袭，可300米之内偷袭，效果比狙击枪都要好。13看向山谷之外，嘴角露出了一抹残忍的笑容。这个新的能力别人不容易防备，堪称阴人的绝招。山谷之外，众人等待了1个多小时，慢慢的大家的心态都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郑雪荣几人的内心开始产生了不安的情绪，说道：“怎么还没有结束？林队嘎掉那个13，不是应该很快的吗？”说不定队长是打算慢慢把他折磨死，别担心，我们要相信队长的实力。可是队长不是那种会疏忽大意的人啊。他们都知道训练有素的战士只会想着迅速终结对手，不会有玩弄的心思。徐春雷和保安大叔两人脸上逐渐露出了笑容。时间拖得越久，13获胜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另一边的13恢复了自己全部的体力，他觉得差不多是时候了，便拎上林峰的西瓜，朝山谷的边缘走去。13没有直接从入口走出来，而是来到了一侧的山崖上。此时双方的人就守在山崖外面，焦急地等待着里面的战斗结果。13通过对讲机通知徐春雷和保安大叔：“不要惊讶，也不要表现出任何的异常，
等我发信号，然后发起进攻。保安大叔和徐春雷听到13的声音，眼睛里顿时闪过喜色，是13的声音，他还活着，这也就说明13赢了，林峰死了。不过二人马上按捺住激动的情绪，暗地里悄悄做好了进攻的准备。13小心翼翼地趴在山崖上，目光扫过史大勇等人，思考了一番之后，他把目光锁定了郑雪荣身上。13的右眼当中神威慢慢发动，郑雪荣的西瓜瞬间被切割，立马领了盒饭。13猛地从山崖上站起来，把手中林峰的西瓜高高举起。林峰已经被我嘎了，徐春雷快动手！徐春雷使用了自己的异能，西山基地的人瞬间被冰封住，失去了行动能力。保安大叔发动异能，一个冲撞，瞬间送他们领了盒饭。紧接着，13当着梁月几个人的面开始吸收昆体身上的异能。不过这一回，那种感觉明显变得弱了许多，甚至对他的提升都小了。什么鬼？怎么没有什么效果？13皱起眉头，但是仔细一想，也大概明白其中的缘由了。这些人的异能等级比林峰差了太多，比起现如今的13更是差距甚大，就像是玩游戏一样，打等级太低的小怪也加不了多少经验。13便对保安大叔、徐春雷和花花说道：“你们过来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吸收他们的力量。”保安大叔和徐春雷过去尝试了一下，可很快两个人纷纷摇了摇头：“不行啊，老大，我做起来没有任何感觉。”13我也是，之前他们的人提到过，这种能力并非每个人都有，可能我们不像你一样有天赋吧。13抱着胳膊，脑袋里多出了一个问号。对于异人和异能，他还有很多东西完全不明白的。就在这个时候，花花却一口将史大勇吞进肚子里。13看到这一幕，便对花花问道：“花花，你可以吞噬他们的力量吗？”花花对着13点了点头，叫了一声。13一下子明白了花花的意思。既然这样，那就把他们留给你做夜宵吧。这件事情算是结束了，西山基地已经被炸毁，下面的人就算还有活口，肯定也活不了多久了。这个时候，梁月对13说道：“我们可以离开了吧？我要去接我的学生们。对了，到时候把我们安排住在什么地方？”徐家镇。梁月知道13不可能放他们去云雀庄园，也只好无奈地点了点头，说道：“也好，总归有住的地方。”梁月准备回去，13却不急不忙地说道：“别着急啊，做事情千万别急躁，我们要记得做好收尾工作才行。还有西山基地的领袖陈希年没有解决。”全球冰封末日求生，13决定斩草除根，打了陈希年，彻底解决掉这个心腹大患。陈希年已经吓得两腿发软，求13饶命。13，你不要冲动，我想我们之间还可以好好谈谈。哟呵，这不是西山基地的领袖吗？您可是位大人物啊，怎么吓得腿软了呢？这是他人生当中还是头一次感觉死亡的味道是如此清晰。即便是末世来临之后，他凭借着手中的权力，仍然能够在西山基地过得很快活。可是，一夜之间，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毁掉了。13在他的眼中成为了梦魇一般的存在。13，你不能嘎我，我陈希年也是有身份地位的人物，而且你嘎了我，会打破天海市各区域的平衡，到时候不知道外面有多少妖魔鬼怪会来到这里，你们要面临更大的危险。13的心头微微一动，这些事情他倒是不知道，可他表面上不动声色，淡淡的说道：“你说是就是啊，你也不看看自己现在这副模样，你什么都没了，更没有和我谈条件的资格。”在众艺人的包围之下，他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陈希年赶紧解释道：“如今是乱世，乱世当用重点，我不那么做，所有人都得死。13，你是个大才，你不应该埋没自己的才华。我们两个人合作好不好？只要你肯跟我合作，凭借你的实力还有我的人脉和头脑，我们一定可以把西山基地做大做强。到时候，我们成为整个天海市的王都不在话下。”我不需要，你一个将死之人有什么资格和我谈条件？陈希年张大了嘴，仍想靠着3寸不烂之舌说服13，可是下一刻13发动异能，他的西瓜瞬间被切割，当场领了盒饭。梁月在后面看着13的力量，心中也是产生了异样的感觉。比起两个人初次见面，13如今的实力变得越来越恐怖了。他真的无法想象，这个男人如果按照现在的速度进化下去，会成长到什么地步。13，有必要这样吗？你未免也太谨慎了些。如今整个西山基地都被你毁掉了，你还在担心什么？陈希年之前可是天海市的大人物，他有什么复杂的社会背景我也不知道，万一他死了以后，有人过来给他报仇怎么办？都这种时候了，你觉得可能吗？任何一丝丝可能的危险我都要杜绝干净，比起他们，我的性命更重要。那好吧，先过去接上我的学生们。你们以后就住在徐家镇，这里现在有很多空房子可以住。你们之后不能回来接我们过去吗？梁老师，我已经完成了我们之间的约定，把你们给救了出来。为了表示对你的感谢，还答应给你和你的学生们提供一些食物。如果你还想提出更多的要求，那么你得拿出足够的利益来交换才行。我以为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就因为是朋友，所以才要明码标价嘛，这样才不会伤害我们的感情。13说完，一行人扬长而去。这天，保安大叔一大早就把睡梦中的13叫醒了。13，梁月来找你了，让不让他进来？让他进来吧，刚好我也有事情想要找他谈谈。
梁月来到了庇护所内，这还是他第一次进入庇护所，这种舒适的温度让他很满足。这时候13便对梁月问道：“说吧，这次来找我有什么事吗？”之前我们约定过，我帮助你反攻西山基地，而你会为我和学生们提供住所和食物。现在西山基地已经被灭了，住所的话也是徐家镇县城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为我们多提供一些食物。梁月说到这里，他略微有些无奈的道：“你也知道，我的那些学生们娇生惯养的，让他们自己去搜寻食物或者下江捕鱼，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么说，他们在西山基地受的苦还是太少了。先不提这个了，总之，你先给我们食物，让他们可以度过前面一阵子吧。后续的事情我会再想办法。”当然可以，这是你应得的报酬。说完，他当着梁月的面直接开启了次元之门，然后哗啦啦一大堆食物如同小山般出现在地上，堆积到了1米多高。这些东西够你和那10几个学生吃上半个月了，拿回去吧，这是我们约定好的东西。谢谢你，13。这是你应得的，不必客气。梁月的心中长长松了口气。其实他来的时候，心里面特别害怕13出尔反尔，毕竟现在西山基地已经没了，他也没有跟13谈判的条件，13反悔他也没有什么办法。可是恰恰相反，这让梁月对13好感大大增加。你一个女人带着这么多的学生，肯定很不容易吧？谢谢你，可是我没有办法丢下那些学生，一旦我撒手的话，他们是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活下去的，那会让我无法原谅自己。忽然间13心中产生了一个邪恶的念头，如果可以帮梁月合理的解决掉这些学生，他说不定会非常高兴。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把他那些拖油瓶给解决掉也不错。你对他们太过宠溺了，明明他们岁数不小了，大多都成年了吧，可还是像个没断奶的孩子似的，什么都依靠你。梁月，这些食物如果吃完了以后，你又打算怎么办？一个人供养他们所有人吗？